震撼！美军特种部队进驻台湾，中国统一梦要破灭了吗？清晨的金门岛海岸，晨雾朦胧，美军特种部队官兵悄然现身，他们头戴绿色贝雷帽，正与台湾金门防卫部队的官兵并肩研究作战地形图。这一瞬间，仿佛宣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自美中断交以来，美军从未如此直接涉入台湾领土防卫。根据情报透露，美国已经按照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安排，将部分特种部队常驻在金门与澎湖两处关键地带。在金门，这些绿色贝雷帽与台湾陆军2栖侦搜营官兵并肩作战；在澎湖，他们则与空降特勤中队密切协同。这些特战部队负责进行复杂的特种作战训练，包括夜间突袭、敌后渗透和两栖突破等科目，也协助台湾军方引进并演练美制黑黄蜂纳米无人机，协同编撰作战手册，以强化情报侦搜与敌后作战能力。过去美国官方仅承认派遣少量顾问训练部队，但近期国会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驻台美军训练人员竟高达500人，与先前披露的数十人规模天差地远。如此高密度的军事合作显示，美台联手已超越以往象征性的联合演习，进入真正的战备实操阶段。台湾因此从西太平洋的前线哨兵一跃成为自由世界东亚防线的核心。如果中国此刻真的冒险发动挑衅，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代价。习近平的统一梦也因此蒙上前所未有的阴影。7月9日凌晨，汉光4-1号实兵演习在隆隆炮火与警报声中正式启动。这场演习为期10天9夜，规模前所未见。台湾军方宣布，全程参与的官兵超过22000名，较去年多出了近1万人，创造历史新高。与以往汉光演习多半刻意按照既定剧本演练不同，今年首次实行无剧本推演，战情命令可以随时调度，例如高阶指挥官突遭击毙，通讯系统被瘫痪，甚至营区断电，都必须考验官兵的临机应变速度。最显著的创新是将都市基础设施纳入演习场域，台北捷运首次在演习中担负军队运输任务，多处地铁站和全联超市摇身一变成为防空疏散避难点，真实模拟遭敌机袭击后的疏散与物资补给情景。此外，演习还出动了多种先进武器系统，包括 M1A2 主战坦克与 HIMARS 多管火箭炮等，在操场和山区实弹亮相，大幅提升了摧毁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演习进入第2周后，全台各县市展开城镇韧性防空操演，民防动员系统全面启动，民众与救灾单位联合模拟疏散，设置救援站和急救站，犹如一场全岛联防的实战演习。外界评论称，这是最接近实战的汉光演习。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金门守军全数参与演习，多处离岛同步实弹射击，战场氛围前所未有紧张。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空前深入参与。据台湾媒体披露，今年有包括现役与退役将领在内的数百名美军官兵全程观摩汉光演习。美国在台协会安排这支观察团深入各训练区，与台湾部队并肩执行演练，严格评估台湾各项防御准备。这些迹象显示，汉光4-1号不仅是台湾的单方面演习，更成为美台共同对北京释放警讯的实战验证。美台之间的军事联系由来已久，但近年来逐步升级至前所未有的程度。自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便承诺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面对中国军力迅速膨胀，美国持续对台出售多型武器系统，并提供训练支援，范围涵盖先进战机、防空导弹、反舰飞弹等。今年来的一波军售计划更包括提升岸射飞弹与爱国者飞弹系统的交付，极大增强了台湾的防御纵深。除了军售，台美之间的联合训练也日益密切。美军固定派机舰通过台海进行监视与互动，台湾飞行员曾多次赴美参加联合演习，美军工程师也经常到台协助测试装备。例如去年5月，台湾就从美国引进最新的 HIMARS 火箭系统进行试射，期间美方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并协助分析性能。新近公布的国防检讨报告更明言，未来将举行高层战略对话，进行联合兵棋推演和情报共享，提升两军联合作战能力，尤其是在长程精准打击、指挥控制和侦察等领域。这意味着两国军方的合作
正从单纯军售向联合计划、联合演训和联合研发全方位发展。这一合作态势也获得美国国会支持。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中，首度明文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新版提案更强烈建议邀台湾进入演习，并规定若不邀请，必须向国会说明理由。法案授权1亿美元经费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涵盖无人机研发、网络安全、战伤救护等领域，将资源与台湾并肩作战的范围大幅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由此呈现多维向度，从台湾海军的新型武器到地面部队的联训，再到情报共享与网安协防，无一不是双方在因应共同威胁时的新常态。北京方面对美军特战部队驻台和汉光演习的升级反应强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公开宣称，台独就是死路，任何军事演习都改变不了两岸统一的大势。解放军方面也毫不掩饰警告，声称汉光演习不过是民进党自我陶醉的噱头，必要时中国军队将果断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行动多以挑衅言辞渲染，一篇社评痛批台湾当局把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抨击美国此举是踩红线的冒险挑衅。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中国网民讥讽这场演习是自取其辱，也有人提出警告，任何外来干涉都只会自食其果。整体而言，北京的立场坚定而强硬，不论外界如何秀肌肉，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注定失败，中国迟早将统一全国。对习近平宣示的和平统一路线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考验。中共高层内部已开始重新评估策略，短期内预计将加强对台军事威慑，包括更多环岛演习和联合军演。外交层面，中国将持续向美国及台湾施压，警告玩火自焚的后果。换言之，这一连串动作让习近平过去安抚两岸民众、寄望和平谈判的计划变得复杂化，需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斡旋间权衡。未来几周如何演变，可能成为检验两岸关系变数的关键。台海局势也牵动国际社会的神经，美国的印太盟友相继发声。日本政府近日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特别提到台海的紧张情势对区域和平构成威胁。东京多次表态支持维持台海现状，并以加强周边海域的战机巡逻和军舰演习，以期应对任何风险。然而，日本国会内部近来也出现声音，支持对台军事承诺，显示其已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内部准备。南韩则采取更为低调的立场，尽管与美国结盟，韩国政府表明不愿主动卷入台海争端，只愿与盟友密切协商。韩媒曾披露，美方会向韩国询问后勤协力的可能，首尔方面则表示将审慎评估而不做任何承诺，以避免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失衡。澳大利亚也明确表态，国防部长康罗伊指出，对于任何国际冲突，澳洲不会事先承诺派军，是否投入将由当政者根据当时情势决定。总理阿尔巴尼斯更公开表示，澳洲希望维持台海现状不变，任何一方都不应单方面改变现状。不过，澳洲最近启动了规模空前的睦邻演习，与美日印等19国联合参演，显示在隐性支持集体防御。同时，澳洲政府对中国军力扩张保持高度警戒，对拜登政府的印太再保证战略表态支持，表明其也在寻求平衡地缘安全利益。欧洲盟友则多呼吁克制与对话。欧盟外交发言人发布声明称，维护台海和平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任何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尽管欧洲主要国家坚守一中政策，不会直接插手军事，却在经贸和外交层面加强与台湾的联系。欧盟与北约高层最近也关注台海局势，认为不管台湾地位如何，任何冲突都会对全球供应链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德国等国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纷纷强调要避免战争，并提出愿协助任何降低紧张的行动。总体而言，西方盟友坚定支持台海现状，同时呼吁中台双方保持克制，透过对话处理分歧。风云诡谲的台海局势正被历史的巨浪不断拍打。美军特种部队的进驻与台湾大规模实兵演习，象征着这道海峡的命运已不再平静。对北京而言，
统一中国的梦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对台湾而言，国家安全获得了有力支撑，却也面临新挑战。美国等盟友的角色越来越凸显，台湾不再是孤军作战，而成为全球安全棋局中的关键棋子。然而，这场升级同时也带来更大的紧张。每一次演习与军演，每项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改变整个区域的战略态势。未来几周内的变化将关键地影响走向。中国会否进一步展开实弹环岛演习？台湾又将如何调整国防与民防？周边国家如日本、澳洲是否会在暗地里准备更明确的应急计划？目前尚无人能给出确定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台海已从宁静的表面翻腾成暗潮汹涌，每个人都屏息以待，下一颗棋子将如何落下？在这扣人心弦的历史时刻，没有对错的简单判断，和平与冲突仅在一线之隔，我们唯有密切观察各方举措，准备迎接任何变化。未来如何发展，值得全世界共同见证。这条分水岭的路上，每一步都充满悬念。台海局势风高浪急，谁也不知道下一刻天秤会向哪边倾斜。黎明前的黑暗中，台湾海峡的波涛诡谲不定，远方隐约传来低沉的引擎轰鸣声。几艘巨大的军舰正朝着海峡中央驶来。突然间，天空闪过数道耀眼的光芒，伴随着尾焰的导弹撕裂长空，划出令人恐惧的弧线。台北城内的防空警报声刺破夜空，人们惊醒，匆忙奔向防空洞寻找掩护。此时此刻，无数人心中浮现着同样的疑问：美国会出兵救台湾吗？若要回答这个扣人心弦的问题，我们必须先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追溯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在上个世纪中叶，台湾问题就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微妙而敏感的棋局。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时任美国总统下令第7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当时的台湾由国民政府领导，作为美国围堵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棋子。美台之间甚至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军驻扎在台湾，仿佛一道护盾。那是一个美台关系紧密的年代，台湾在美国的冷战中扮演着前线堡垒的角色。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进入70年代，美国出于围堵苏联的需要，开始与北京接近。历史的转折点来临，1971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接触，开启了破冰的乒乓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上海公报》，首次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然而当时对台湾的未来并未明确，只是确认了中方的立场，语带保留地，留下模糊空间。随后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交换，美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回驻台美军，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对台湾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昔日强而有力的靠山突然抽身而去，孤岛的未来命运未卜。但美国并未完全放手。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部法案字句斟酌，耐人寻味，表面平实却暗藏玄机。法案明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美国自身抵抗武力改变台湾前途的能力。换言之，美国不再公开承诺一定出兵相助，但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干预。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践行着这种所谓战略模糊策略，既下阻北京不要轻举妄动，又避免给台湾过度保障而铤而走险宣布独立。美国的盘算是在两岸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防止战争爆发。在战略模糊的保险绳下，台海局势虽然偶有紧张，但总体维持了和平现状。比如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中国大陆在台湾外海试射飞弹，美国则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不许越界的决心。那一次，美中双方都适可而止，台海风波暂时平息。然而进入21世纪20年代，情势与冷战时期已截然不同。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为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权。美国在中东常年征战后，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同时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巩固，在国际上也逐渐走出阴影，提高能见度。在这种新局势下，战略模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要求对台湾提供更明确安全保证的声音，认为唯有战略清晰，公开表明美国将防卫台湾，才能有效下阻北京动武。尤其当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与盟友固然对乌克兰给予强大军事支援，却始终避免与俄军直接交火。这种有所克制的介入模式，让一些人担忧，如果北京仿效莫斯科孤注一掷，美国是否也会对台湾只援不战呢？于是从华盛顿智库到国会山庄，激辩着美国该继续模糊下去，还是改走清晰路线。然而，每当有人建议改变政策，美国政府高层往往犹豫再三，这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一旦严重倾斜，或许就无法轻易回头。无论模糊还是清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未明文写死，留下的正是日后灵活调整的空间。于是，台海两岸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北京不确定美国真会派兵干预，因此不敢轻易动武。台北也不确定美国一定会救援，所以不敢贸然宣布独立。这种谁也不清楚对方底牌的局面，竟意外地维持了数十年的脆弱和平。只是和平表层下暗流涌动，各方都在为最坏的情况悄然准备。进入21世纪中叶，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日趋明朗，中国视美国为阻挠其崛起和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美国则将中国崛起看作对自身全球领导地位的最严峻挑战。在这场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台湾成了无法回避的焦点。为何台湾这座岛屿如此重要？从地理上看，台湾位处第一岛链的中心枢纽，对北京而言，统一台湾不仅是民族复兴的象征，更能打开通往西太平洋的大门，把美国势力推离其沿海门户。台湾宛如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横亘在中国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如果拿下台湾，解放军舰艇和潜艇将可以自由出入太平洋腹地，进一步威胁到关岛甚至夏威夷的安全。同时，失去台湾将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出现致命裂口，连锁影响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友的安全。所以，从战略角度看，台湾是中美博弈中谁也不愿让出的关键棋子。除了地缘军事位置，台湾还拥有另一层战略价值，那就是科技与经济。这里孕育了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产业，被誉为硅盾。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先进芯片由台湾生产，台积电等企业在国际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或缺。如此一来，台湾的安危不仅关乎民主价值和地缘版图，更牵动着全球经济的命脉。若台海生变，不但亚太局势将剧烈动荡，从智慧手机到汽车乃至各国工业都可能因芯片断供而陷入瘫痪。也因此，维持台海和平其实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所在。当然，上述多是国家利益的视角，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2300万台湾人民，他们的命运与未来更是整场博弈的核心所在。对台湾人而言，他们在自己家园孕育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希望被大国角力碾碎，也不愿自己的未来由外部势力决定。在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台湾早已不再是冷战时期那个威权戒严的孤岛，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拥抱多元价值的开放社会。台湾人民对前途的期许很简单，也很不容易，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保持实质的自主与自由。不论北京统一的诉求多么响亮，台湾大多数民众对被解放毫无兴趣。这种民心的距离，使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日趋渺茫，也让北京对武力解决选项愈发蠢蠢欲动。于是，台海问题上形成了耐人寻味的三方心理博弈。北京在算计着何时把武统付诸行动，在此之前能否先下阻美国不敢插手。台北则祈祷危机永远不要来临，同时加紧自我防卫，期盼在真正危急时美国会信守道义站出来。华盛顿则小心翼翼地走钢索，一边增强印太军事部署防范中国冒进，一边避免刺激北京过度反应，还得安抚台湾不要鲁莽挑衅。三方各打算盘，使得台海局势虽紧张，却长期维持一种诡谲的稳定。战争看似遥远，但又似乎随时可能被某个误判点燃。
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毕竟任何战争的结果很大程度取决于实力消长和临场发挥。经过几十年的军费投入和现代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已非无下阿蒙。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队和迅速壮大的海军舰队。解放军海军近年来下水的新型驱逐舰和巡防舰数量惊人，它甚至打造了航空母舰战斗群，军也拥有先进的歼击机群和愈发远程化的打击能力。火箭军部署着大量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以精确打击区域内的目标。中国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使其具备持续作战和补给的能力，更不要提它还拥有核武力量作为最终威慑。反观台湾，毕竟只是个2000多万人口的岛屿，其国防人力和预算远远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台湾的空军和海军装备主要依赖美国供应，质量虽高，但数量有限，在战机、军舰等主战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此外，台湾因多年享受和平红利，兵役制度数度缩短，整体军事动员能量也备受质疑。然而，以小博大从来不是不可能。台湾拥有地利优势，一道天然屏障般的台湾海峡和本岛崎岖的山地地形，还有决心死守家园的军民士气，以及近年强调发展的不对称战力，反舰飞弹、机动防空导弹、布雷艇和水雷等，都是台湾用来延迟和重创登陆部队的利器。若真有战事爆发，台湾不求能与对岸硬碰硬决战于野，而是力图撑到外援抵达，或者令对手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真的到了兵戎相见之时，战争样态可能多种多样。北京或许会选择出其不意，以压倒性火力在开战初期瘫痪台湾的指挥系统与防空力量，为后续登陆开路；也可能采取封锁战术，不急于全面登陆，而是以海空封锁切断台湾的补给线，迫使其慢慢窒息就范。无论哪种方案，解放军都势必要冒巨大的风险。攻岛作战被视为现代军事行动中最复杂困难的一种，需要绝对的制空制海权、庞大的登陆舰队和长时间跨海投送补给的能力。台湾海峡约莫100多公里的宽度，看似近在咫尺，却可能成为埋葬无数士兵的天堑。如果首波攻击未能让台湾丧失抵抗能力，那接下来的登陆部队将面临极其血腥的滩头战。历史上诸如诺曼底登陆、硫磺岛战役的惨烈，都昭示着跨海夺岛之难。北京若下此决心，必然也预料到可能伤亡惨重。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不会袖手旁观。多年来，五角大楼不断推演各种台海冲突场景，寻找解放军的弱点。美军虽然总体实力仍然领先，但不得不考量远洋投射兵力的困难。太平洋广阔的海域和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使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和前沿基地都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被形容为航母杀手，专为击沉美国航空母舰而设计。数量庞大的巡航导弹也可以袭击像关岛、冲绳这样美军基地。美军如果要介入台海，必须冒着舰艇和人员重大伤亡的风险。现代战场上双方科技水平相差不远时，胜负往往取决于信息战与后勤供应等看不见的力量。美国若将兵力投送半个地球之外，需要大量油料、弹药和备件，而这些后勤线路极易受到攻击。军事专家甚至指出，对手不需要击沉每一艘航母，只要毁坏加油船、炸毁前线燃料库，就能让现代化军队陷入无弹可发、无油可用的困境。美国深知这些弱点，所以近年积极联合盟友在亚太地区预先囤积物资，分散部署，以增强战时韧性。综上，台海双方军事实力悬殊，但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纸面数字比拼。在决定性的意志较量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弱者未必没有一搏之力，强者也不敢言稳操胜券。正因如此，各方在考虑是否开战时，内心都在天平两端反复权衡胜算与代价。一旦踏出第一步，就再也没有轻易的回头路。如此高风险的潜在冲突逼出了我们最初的疑问：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站在华盛顿决策者的角度，看看支持和反对军事介入的理由各有什么。一方面，美国有强烈的动机介入。从战略利益上看，
捍卫台湾等于捍卫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和可信度。冷战以来，美国以盟友和伙伴网络构筑了环太平洋的安全架构。如果眼睁睁看着台湾被武力吞并而袖手旁观，那亚太其他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远在欧洲的北约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动摇。美国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将受到毁灭性打击。此外，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员，其存亡被视为自由世界与专制扩张对决的试金石。今日美国若坐视台湾沦陷，无异于向全球宣示，民主盟友遭受侵略时，美国不愿挺身相助，这将极大助长集权国家的气焰。纯粹从国家利益考量，台湾落入北京之手意味着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被压缩，关岛和夏威夷的前沿地位更孤立危险，美国本土乃至国际海上航运都可能面临更大威胁。因此，不论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公义，还是出于现实的权力均衡，美国都有理由不能让台湾就此陷落。但另一方面，反对介入的考量同样沉重。首先便是与中国直接爆发大国战争的可怕风险。中国不是当年的伊拉克或南斯拉夫，而是一个拥有核武与强大军力的超级大国。美中两军真刀真枪的交火，几乎可以想见将造成美军数十年未曾见过的重大伤亡。美国民众与国会是否准备承担这样的代价？毕竟台湾问题虽重大，对美国而言终究不是本土领土遭侵略。一场远在西太平洋的小岛战争很难比得上珍珠港事件或911袭击那样直接激起美国公众的义愤。美国社会历经阿富汗与伊拉克漫长战争的疲惫后，对另一场海外冲突兴趣缺是可以预期的。如果轻率开战而后陷入泥淖，政治领袖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此外，美国与中国经济高度交织，一旦开战，双方经贸联系势将断裂，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供应链大乱，美国自身经济也难免遭受严重冲击。简言之，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出兵救台不仅意味着战场上的殊死较量，还意味着必须承担国内外一连串连锁反应，其难度与风险之高前所未见。许多人因此主张，美国应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比如持续对台军售，以加强台湾自卫能力，以武器和情报支援为主，尽量避免美军与解放军直接对抗。他们认为这样既可援助台湾，又降低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支持与反对，理想与现实，美国内部的讨论其实早已展开且相当热烈。然而，平时的纸上谈兵是一回事，真枪实弹飞的战时抉择又是另一回事。历史无数次证明，领袖们在危急关头的决定，往往取决于当下的形势和直觉，而不只是事前写好的剧本。如果台海战火燃起，美国总统和他的幕僚将在白宫战情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权衡的不仅是上述宏观战略利弊，还有来自盟友的电话、国会的质询、媒体的聚光灯，以及分秒流逝带来的战场态势变化。或许开战头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内，情势将一片混乱，各种矛盾资讯扑面而来。台湾撑住了没有？解放军是否登陆成功？日本和其他盟友态度如何？国内民意反应强烈吗？所有这些都将左右美国出手与否的临界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几年里曾多次公开表示，若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军事协防台湾。每一次他的发言都引发轩然大波。随后，白宫幕僚又赶忙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依然是战略模糊。这种画风里的进退，充分体现了决策圈内部的犹疑。面对愈发真实的台海危机前景，他们内心也在挣扎，如何才能既有效威慑中国，又避免陷入不可控制的冲突。在拜登之前，历任总统大多谨言慎行，避免公开谈论出兵与否，但私下都要求军方做好各种预案。毕竟，只有准备好最坏的情况，才能期望它永远不会发生。除了美中两强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在台海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台湾的地缘处境决定了若爆发大规模冲突，几乎不可能局限于两岸。而美国会不会出兵，很大程度也取决于盟友们的态度。首先看日本，日本与台湾一衣带水，从冲绳县与那国岛远眺，台湾影依稀可见。台湾一旦易手，
日本西南边疆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本长期以来对台海局势高度关注。一旦中国对台动武，日本极可能成为美军的后勤基地和潜在协助者。近年，日本政府高层甚至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透露出日本愿与美国协防台湾的意向。然而，日本也有自身宪法对参与海外战争的限制，国内民意对直接卷入战事依然犹豫。如果美中开战，日本很可能先提供基地、情报、后勤等间接支援，必要时才逐步扩大介入力度。无论如何，日本在台海冲突中的立场对美国至关重要。如果日本愿与美国并肩进退，美国的决心会大增。相反，如果日本犹豫不决，美国单独行动的压力将更大。再看其他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坚实盟友，近年在安全事务上与美国高度协调，组建了 AUKUS 联盟，以提升军事技术合作。澳洲虽远离台海，但也公开表示支持维护台海现状，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果美中冲突爆发，澳洲可能派遣海空军参与巡弋，或提供后勤补给，至少会在外交和经济制裁上全力配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北约盟友或许也会象征性地加入谴责和制裁的行列，甚至派出舰艇远赴亚太亮相。但欧洲国家国力有限，且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实际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很低，态度多半以声援道义为主。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见得孤军作战，至少在政治上，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以报复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采取的行动。或许在中国进攻台湾之时，俄罗斯会在欧洲方向制造紧张，牵制北约的注意力。然而眼下俄罗斯自身因乌克兰战争元气大伤，恐难以直接军事援助中国，只能在联合国否决谴责案等场合为北京撑腰。至于朝鲜等国，也可能趁机试射飞弹挑衅，增加美日韩的顾虑。可以想见，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很容易演变成多方牵连的区域，甚至全球性危机。这不仅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决斗，而是攸关世界秩序的灾难性对决，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某年的初夏，国际媒体频频传出台海紧张升级的报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一项政治动作发出严厉警告，台北则坚称不会退让。美国总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也私下指示驻太平洋美军提升戒备。战云在台海上空越聚越密，一场暴风雨似乎一触即发。终于，战争在黎明前爆发。正如我们开头描绘的画面，解放军数十枚飞弹如火雨般袭向台湾，全岛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台湾军事设施遭受重创，西部数座空军基地的跑道被炸得满目疮痍，雷达站接连被毁。然而台湾并未束手就擒，残存的防空火力仍顽强地拦截部分来袭导弹，一些分散隐蔽的战机紧急起飞，投入空战。同时，台湾政府立刻向美国和国际社会发出紧急求援。华盛顿的深夜里灯火通明，美国总统匆忙召集高级幕僚进入战情室，透过卫星画面实时了解战况。台湾请求美国迅速军事支援的电报摆在总统面前，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最初几个小时，美国选择强烈谴责和警告，白宫声明严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敦促北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美军在西太平洋各基地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航母战斗群也朝台湾方向机动，但尚未直接介入战斗。此时，华盛顿仍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北京在展示武力后适可而止，不要走到全面登岛那一步。然而解放军的行动没有停止，反而在加速推进。大批两栖舰船载着解放军部队正从福建沿海驶向台湾，企图趁台湾防御瘫痪之际一举登陆。台湾守军拼死阻击，在海峡中布设大量水雷，岸防飞弹也击中了一些登陆舰，但更多敌军船团依然势不可挡地逼近本岛海岸。眼见战局急转直下，美国政府内部主战与慎战两派争论白热化。就在此时，一件意外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游移。一枚来袭飞弹击中了台湾东部外海的一艘美军军舰，造成数十名美国官兵伤亡。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总统面临巨大的出兵压力。这一刻，美国领导层再无退路，总统下令美军直接参战，协防台湾。
随着命令下达，美军战机迅速从航空母舰和各基地起飞，投入台湾上空的战斗。台湾海峡上空顿时出现美中战机缠斗的惊险场面。美国海军潜艇和驱逐舰也向解放军渡海船团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炸沉多艘舰艇。解放军则立刻反击，数十枚反舰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从沿海齐射，瞄准美国航母编队和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军防空系统全力拦截，仍有漏网之鱼突破防线。剧烈爆炸声中，一艘美军驱逐舰中弹起火，远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停机坪也遭到打击。短短数小时内，双方都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两个超级大国首次直接交火，其激烈程度超出世人想象。战争进行到这一步，已经远非最初台海两岸的争端，而是攸关世界秩序的灾难性对决。随着伤亡不断增加，战事有进一步升级失控的危险，国际社会一片恐慌，担心核战阴影再次浮现。面对可能全面失控的局面，各方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下放下强硬姿态，透过外交管道寻求停火。经过艰苦的斡旋，一份脆弱的停战协议终于达成。中国同意停止进攻，并将已登陆的部队撤回，台湾则承诺维持现状而不宣告法理独立。美国和盟军也停止进一步军事行动，一场大战暂时画下句点。烟消散去后，台湾虽然幸存，但已遍体鳞伤。美日也付出了人员伤亡和军备损失的代价，中国则在国际制裁和军事挫败下元气大伤，三方均无法宣称胜利。整个亚洲局势陷入长期紧张的对峙，世界目睹了大国对抗的可怕威力。一场更大浩劫虽然暂时避免，但新的冷战铁幕正在悄然降下。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象另一种结局，如果美国没有直接出兵，情况又会如何？或许一开始美国只提供武器和外交声援，却迟迟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冲突，那么台湾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尽管防卫军民英勇顽强地抵抗了数周，最终仍难敌对岸铺天盖地的攻势，台北终于沦陷，台湾政府被迫宣布投降，五星红旗最终飘扬在台北的天空。战争虽然结束，但这样的胜利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美国因为直接出兵而在全球威信重创，盟友们对华盛顿的承诺产生怀疑，日本、韩国等国深感不安，开始考虑提升自身军备，甚至寻求核武下阻，以免步台湾后尘。国际秩序也随之巨变，一个大国以武力改变现状却未受实质阻止的先例诞生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强权可能因此更加大胆。另一方面，中国虽以武力统一台湾，却面临沉重的代价，持续的岛内反抗和国际制裁让他疲于应对，在国际上长期被警惕和孤立。美国痛失一位重要伙伴，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在亚太的战略部署，试图挽回影响力。由此可见，美国是否出兵并没有简单答案，最重要的是尽全力让这场灾难不要发生。历史往往掌握在决策者一念之间，也许在危头各方都退一步，战争就能避免。想象如果北京暂缓动武，台北克制不踩红线，华盛顿严密威慑却不刺激对方，那么紧张或许可以缓解。这样平淡无奇的结果虽缺乏戏剧性，却是人类能盼望的最佳结局。没有开战的胜利才是最大的胜利，而这场危机本身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它提醒着我们，大国竞争的悲剧潜能依旧存在。冷战结束后，许多人以为世界将不再有你死我活的强权对抗，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历史或许到终点，大国因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兵戎相见的危险依然盘桓，而且在核武时代，这种冲突的风险会更加不可想象。台海若爆发战争，将是核子时代以来人类第二次面临全面灭顶危机，仅次于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我们是否能跨越这道历史考验，将决定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其次，台湾问题让我们反思战争与和平的代价。历史上无数次战火吞噬文明成果，每一次战后人们都发誓不再来了。可过不多久，新的战争阴云又悄然聚集。科技越进步，武器杀伤力越强，而人性的弱点却未见减少半分。21世纪的今天，
一场局部冲突都可能通过经济全球化的纽带牵连全世界，更何况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没有任何国家能在这样的战争中独善其身，也不存在真正的赢家。一旦战争开打，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都可能顷刻间支离破碎。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拥有克制与智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是各方领袖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后，台海局势昭示出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如果强权可以任意以武力夺取邻邦，那么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荡然无存。今日的台湾可能变成明日的某个其他弱小地区，人类社会辛苦建立的和平机制和合作框架会崩解回到丛林法则。然而相反地，如果国际社会能在危机中团结一致，阻止侵略行为得逞，也许能为未来树立一个典范。即便大国之间也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以对话和妥协寻找出路，而非刀剑相向。在这个意义上，台海问题不仅关乎一座岛屿的归属，更是对人类文明成熟度的一次大考。在2025年5月的此刻，我们探讨台海战争倘若爆发，美国会出兵救台湾吗？这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并非为了渲染末日情绪，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珍惜和平的可贵。未来的剧本由当下的我们共同书写。台海之间的波澜也许将持续，但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权始终掌握在每一方的领导者和人民手中。或许多年后回望今天，我们会庆幸最坏的预测没有成真，人类找到了避免冲突升级的智慧之道。也或许，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历史的悲剧仍可能重演。但愿我们能汲取教训，让理性与善意战胜仇恨与恐惧。美国会不会出兵救台湾？这个问题的答案终将由未来揭晓。然而我们希望永远不必用战火去验证它。我们期盼看到的是太平洋的风浪逐渐平息，各方在紧张对峙后重新回到对话的轨道。毕竟在文明的天平上，每一次避免战争的选择都是在为人类争取宝贵的未来。让这场可能毁灭亚太的战争永远停留在假想的剧本中，成为人类理性最终胜利的见证。中共政权倒台，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毕竟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超过70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看似坚不可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共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垮塌，我们不禁要问，台湾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当中共这台庞大机器忽然熄火，台湾会不会反而被飞溅的齿轮砸到脚趾，还是会从此脚踩云端？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幻想，而是牵动两岸未来命运的重大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步步拆解中共倒台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台湾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中共倒台的可能情境。中共政权虽然表面强大，但内部并非没有隐患。经济衰退、权力斗争、民众起义，甚至对外战事失利，都可能成为压垮这头红色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若出现金融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全面经济崩溃，中共的统治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再比如，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一直存在，一场内部政变也许就在暗流中酝酿，甚至不排除某种人民起义的可能。当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14亿人民的怒火将不是维稳警察所能轻易扑灭的。历史上，不少庞大政权的垮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苏联在1991年顷刻瓦解，满清帝国在1911年说倒就倒。中共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常引用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诫党员绝不能走苏共的老路。然而，绝不这两个字往往蕴含着心有惧怕的投射。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青年遍地，地方债务炸弹接连引爆，中共高层再怎么念紧箍咒，也难保体制不出现裂痕。一种可能的剧本是，经济崩盘引发社会动荡，银行挤兑，股汇双杀，民众发现手中的票子变成废纸，
愤而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时候，军队会站在哪一边？若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决定与其攻台，不如先攻北京，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中共的统治将走向终结。也可能是政治内斗导致高层分裂，权力真空下各派系各自为政，一时间北京政权瘫痪，各省市自求多福。当然，也存在一种相对和平的剧本，假如中共内部改革派掌权，选择启动政治改革，让执政党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开启民主转型的大门。这种听上去美好的结局，现实中要实现并不容易，但并非全无可能。无论是哪种情境，中共的倒台多半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一旦停转，从权力高层到基层社会都将陷入巨大的震荡和不确定。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场剧变对中国内部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波及台湾的连锁反应。中共的垮台对中国国内无疑将引发一场巨大的震荡。首先是政权更迭的问题，谁来填补中南海权力真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本由共产党掌控的中央政府瓦解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立即出现，各地区可能各自为政，一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头或高级将领可能会割据一方，形成类似100年前军阀混战的局面。毕竟，在历史上，当中央权威崩溃时，中国曾多次出现割据混乱的时代，社会层面也将剧烈动荡。中共长期维稳高压下，被压抑的各种矛盾可能会如脱缰野马般爆发，民众上街抗议、报复腐败官员，甚至私设武装保护自己社区的情形都可能上演，治安可能明显恶化，群盗四起，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将面临威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运动可能乘机兴起，比如西藏、新疆等长期有分离倾向的地区可能宣布自治或独立。如果中央无力统一，各民族、各省区各行其事，中国的版图可能出现分裂的态势，经济方面更是灾难性的打击。政权崩溃会立即动摇市场信心，国际资本迅速撤离，人民币汇率狂跌，银行挤兑此起彼伏，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乎可以预见会崩盘，企业停工停产，大量工人失业，物资供应链中断，城市可能出现抢购潮，甚至食品短缺。最坏的情境下，一些地区可能爆发饥荒，如果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公务员、军警可能拿不到薪水，进而缺乏维持秩序的动力。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不过，也有可能在混乱中出现一个新的中央权威，例如解放军内部或许有爱国的高层将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组成临时军政府以恢复秩序，或者中共内的改革派与民间领袖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政府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选举。这样的明君出现或政治协商虽然理想，但实现难度极高，因为在权力真空时，各方势力往往各怀鬼胎，难以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倒台后的中国短期内将经历剧烈的阵痛期，从城市到农村，每个角落都可能陷入混乱与不安，人们的日常生活将被颠覆，取款可能取不出钱，网络和电力供应可能不稳，外出要担心治安和安全。中国这台庞大的社会机器会一度停摆，需要时间重建。未来是走向联邦制下的重新统一，还是长期分裂成若干个政权，亦或最终浴火重生成为民主共和，这些都充满变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共倒台的那段时间里，中国内部必定如同风暴中的大海，波涛汹涌，难有宁日。中共政权垮台后，两岸关系将步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是，失去了中共这个对手，台湾的政治定位将何去何从？曾几何时，台湾、中华民国曾以光复大陆为号召，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大陆执政。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如今台湾社会上已几乎没有认真想要统一中国的声音。相反地，更多台湾人思考的是，台湾能否趁此机会堂堂正正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如果中共倒台，短期内北京当局陷入混乱，无力顾及台湾，
那么台湾确实可能迎来一个外交上的黄金窗口。以往许多国家不敢正式承认台湾，就是忌惮中共的打压。一旦中共不在，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胆地推动正名和独立。例如，台湾可能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寻求成为正式会员国，而美日等主要国家也许会趁机推进与台湾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关系。毕竟，阻碍他们承认台湾的最大因素，中共反对，已经不复存在。在内部，台湾也可能启动朝向法理独立的进程，例如修改国号、制定新宪法等，来明确台湾主权独立的地位。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方面可能出现的新动向。中共倒台并不等于中国人不再主张一个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其他政权，仍可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特别是假如中国实现民主化，新的民选政府可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他们也许会对台湾提出新的统一方案，比如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或一国两府的架构，以争取台湾民心。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台湾回归仍是民族情感上的一块拼图，即便手段从武力威胁转为和平感召，统一目标未必会放弃。台湾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声音。一方面，台湾主流民意倾向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不愿被中国统一，即便对方变成了民主政权。毕竟，台湾早已发展出独特的民主社会和认同，自成一国。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少部分统派人士认为机会难得，主张与民主后的中国展开统一谈判，实现大一统的民族梦想。但这种主张能获得的支持恐怕相当有限。多数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制度能否持续，而不是去接管14亿人口的包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大陆陷入分裂或群雄割据的局面，台湾的地位将更加特殊。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台湾将成为亚太地区少数的稳定政权和经济体。此时，国际社会可能更愿意承认和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以确保区域稳定。台湾甚至可能以救援者的身份向中国部分地区提供人道援助或协助重建，进一步凸显台湾作为独立政体的价值。总而言之，中共的垮台为两岸关系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台湾是否能趁机正名制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还是面临中国新政府要求统一的压力，取决于未来局势的发展。或许最理想的结局是，两岸人民都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互不隶属、和平共处的新关系。无论如何，台湾在这场巨变中要保持冷静与智慧，既要抓住历史机遇，也要提防新的风险，才能为自己的未来掌握主动权。中共倒台后，台湾的军事安全局势可能出现矛盾的发展。一方面，直接的武力威胁将大幅下降，失去了共产党的指挥，中国解放军势必陷入内部混乱或各自为政，短期内已无力对台发动大规模侵略。台湾多年来最担心的武统噩梦将因敌方权力中枢的崩解而暂时解除。此外，过去中共密集的军机、军舰扰台行动也可能骤然减少，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紧张态势可望缓解。可以说，在中共政权垮台的当下，台湾反而迎来一段相对不必担心打仗的喘息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大陆政权真空时期，一些不可测的军事风险依然存在。首先，要提防困兽之斗的情况。假如中共在崩溃前夕，内部强硬派试图以对外开战来转移视线，不排除铤而走险对台动武的可能。这种临终挣扎式的攻击或许规模不大，却仍可能对台湾造成伤害。其次，在中国陷入内乱时，也要警惕局部势力对台湾的不理性行为，比如某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树立威信，可能采取挑衅台湾的举动，例如炮击外岛等，以营造对外作战的姿态。再者，中国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也是隐患。如果中国中央失控，国际社会将高度关注中国核武库的动向，台湾也需提高警觉，预防极端情况下出现核子事故或核武落入危险人物之手。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之外，台湾的安全环境还包括难民潮和跨境犯罪等次生问题。
若中国出现严重动乱或饥荒，大量难民可能试图逃往周边，包括乘船涌向台湾海峡。对此，台湾需要准备海上拦截和人道救援的计划，以应对可能的难民潮。同时，中国社会秩序若崩解，跨境的走私、诈骗集团、黑帮势力可能趁乱滋生，对台湾的治安造成影响。因此，台湾在保持军事戒备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巡、警方等单位的合作，全面防范各种安全挑战。总体而言，中共倒台短期内让台湾免除了被全面武力侵犯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台湾的国防部门仍需继续保持戒备，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局势变化。好消息是，在共军无暇顾及外部之际，台湾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防务策略，将资源更多投入防御性国防和民防建设，而非被迫投入反制中共攻击的大量预算。坏消息则是，一个混乱且缺乏管控的中国依然可能对周边构成不可预测的威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需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紧密合作，维持威慑力，确保即使没有中共这个对手，台海依旧处于可控和平的状态。中共的倒台不仅改变两岸互动，也将重塑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失去中共这个强力阻挠者后，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有望大幅扩大。一来，许多过去顾忌北京而不敢与台湾深化往来的国家，可能变得更加大方。各国不必再担心触怒北京的后果，可能愿意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层级，甚至考虑恢复正式邦交。例如，日本、澳洲、欧洲一些国家或许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一中政策，给予台湾更多实质外交礼遇。台湾长期申请而不得的国际组织会员资格，如联合国、WHO 等，在中共失势后也有了突破的契机。二来，台湾对美日等盟友的依赖度也可能因此出现变化。一方面，在中共威胁消失或减弱后，美国对台军事保护的紧迫性降低，台湾或许能以更自主的姿态与各国来往，不再处处仰赖美国撑腰。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积极发声，而不必担心美中角力对自己的掣肘。另一方面，短期内台湾对美日的合作需求仍然很高，毕竟中共垮台初期的混乱局面中，美日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将在维持区域秩序和协助台湾稳定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可以想见，台湾仍会希望美军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存在，以防范中国局势外溢的不测风险，同时在经贸上也仰赖美日市场来填补中国崩溃带来的缺口。外交方面，台湾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解禁，没有中共的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多边会议的障碍将大幅减少。许多国际场合里，台湾终于能以自身名义，而非中华台北等奇怪称号，光明正大的出席，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发起让台湾重新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讨论。当然，这要取决于中国大陆新政权的态度。如果新的中国政府决定尊重台湾的意愿，放弃对台湾主权声索，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水到渠成地全面提升。反之，若新政权依然坚持一中原则，那么台湾的外交空间虽然比中共执政时宽松，仍可能受到一定牵制。总的来说，中共倒台为台湾开启了一扇通往国际的新门户，台湾有机会摆脱长期的外交孤境，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成员。但台湾也需谨慎拿捏自主性与盟友依赖的平衡，既要善用美日等友邦的协助，更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才能在新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共倒台将对台湾经济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潜在利多，也伴随风险挑战。首先，短期冲击不可避免。中国大陆长期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中共政权崩溃势必导致两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台商在中国的工厂可能因动乱停工，产品无法运出，供应链也将受到严重干扰，两岸贸易额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许多对陆出口的台湾企业将面临订单缩水、货款回收困难的困境。台湾经济短期内可能因中国经济崩盘而遭受连带伤害，出口、投资、股市都可能明显下滑。然而，在度过阵痛后，台湾经济也有机会迎来转机。随着中国政局动荡，许多国际资金和厂商可能寻找替代方案，
台湾作为稳定且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地区，有望承接部分原本流向中国的投资和订单。台湾的厂商也可趁机将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更长远看，如果中国未来成功转型为民主、法治的经济体，则台湾与新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可望建立在更公平、透明的基础上。届时，台商重返大陆投资将少了政治风险，双方渴望形成更健康的竞合关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风险面。中国经济崩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台湾无法独善其身。若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台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也将受到波及。另外，中国政局不稳期间，一些黑市交易或非法走私可能增加，台湾需严防经济犯罪趁乱滋生。总而言之，中共倒台对台湾经济短期是阵痛，长期则取决于台湾如何调试布局，善用契机。只要台湾政府和企业及时应变，分散风险，提升竞争力，台湾经济有望在震荡中找到新生的契机。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中共倒台所引发的生活变化可能是渐进且间接的，但长远影响深远。最明显的好处是战争阴影的消散。当中国不再由好战的共产政权掌权，台湾人无需每日担心导弹袭击或战争爆发，社会整体的心理压力将大幅减轻，政府也可将更多资源从国防转向民生建设，强化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没有随时可能开战的恐惧后，年轻世代可以更安心地规划未来，企业也更愿意在台湾本土投资，整体社会有望更祥和安定。然而，变局带来的新挑战也不容忽视。中国大陆局势动荡期间，台湾社会可能要适应一些连带冲击，例如，中国经济问题可能影响部分台湾企业的经营，短期失业率可能上升，政府需加强对弱势族群的照顾，以维持社会稳定。另外，若出现中国难民涌入，台湾社会需面对跨文化融合与治安管理等难题，考验民众的包容力和政府的应对能力。再者，少了外部威胁这面镜子，台湾内部原有的统独争议、蓝绿对立等政治矛盾可能更加凸显。社会需要时间消化新的政治现实，并寻求新的共识。长期而言，只要台湾能平稳度过转型期，人民的生活有望比过去更美好。没有随时引爆的战争危机，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经济、教育、环境等实质议题上，民主政治也能在较少外部干扰下成熟发展。国际上，台湾人将享有更高的尊严与便利，出国不必再受限于奇怪的名义，在海外更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展望未来，一个没有中共威胁的环境，将让台湾社会更有信心和余裕去追求进步与幸福。中共倒台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大考验。短期内，台湾或许会经历风雨飘摇的巨变期，但只要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灵活应变，长远来看，台湾完全有条件走向更加光明稳定的未来。面对历史巨变，我们需要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迎接挑战，为台湾开创新的篇章。今天我们要聊一本神秘又传奇的古书《推背图》。传说在唐朝贞观年间，皇帝李世民召来了2位顶尖术士李淳风和袁天罡，让他们推演大唐国运。结果这2位大神一推到唐以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预言奇书《推背图》。相传他们推算到武则天当皇帝时，袁天罡怕再泄露天机，赶紧从后面一把推李淳风的背，喊道：“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此书得名《推背图》。从此这本书流传民间，被奉为预知未来的经典。据说《推背图》总共60项，预言了从武则天时代直到未来上千年的重大事件。听起来是不是很玄乎？更神的是，其中许多预言后来都被认为应验了，历代帝王都把它列为禁书，但民间百姓对它趋之若鹜，谁不想偷看几眼未来呢？如今是21世纪的我们，再翻开《推背图》，不禁要问，这部千年奇书对2025年有什么预言呢？最近不少解读都把焦点放在一个词上，巨龙现身，而且说台湾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巨龙，台湾，这听着就让人浮想联翩。
难道2025年真会有一条龙跑出来，或者是暗指什么重大事件？别急，咱们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盘点推背图中可能对应2025年的那些预言，看看历史上的预言如何一一应验，对比当今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最后大胆畅想一下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巨龙现身在推背图中指的是什么。在中国传统里，龙常被用来象征帝王或大国，而且12生肖中龙年往往意味着不平凡。2024年正好是农历龙年，而且是甲辰年，也被称为青龙年。巧的是，推背图第43象的预言诗中就提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进不进不可说。黑兔指的就是2023年癸卯兔年，青龙指的正是2024年甲辰龙年。一句黑兔走入青龙穴，对应的正是2023年迈入2024年这个关键节点，听起来是不是很神？预言紧接着又说，欲进不进不可说，仿佛暗示某件大事到了将结束未结束的微妙时刻，但细节不可说。乖乖，这难道是在说2023年的乱局拖到2024年还没完？那么2024年巨龙出动又会掀起什么波澜呢？很多人据此推测，推背图暗示2024到2025年会是局势大变的时期，隐藏的巨龙将现身搅动风云。而在这变局中，预言特别点出了台湾的角色。既然提到了巨龙现身，咱们先聚焦看看推背图里有哪些内容可能对应2025年前后的时代。刚刚说到第43象提到了黑兔年转青龙年，也就是2023到2024年交替，这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点。预言诗后两句写道，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结。乍一看有点费解，大意可能是在外面树根上结了果实，经过30年子子孙孙的累积，这被一些解读者认为暗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24年开始的变化将在30年内逐渐显现结果。如果从2024年算起，30年后差不多是2050年代了，看来是在说一个长期影响的演变。不过30年太远，我们先聚焦眼前几年。第43象的主题被解读为两岸关系不再维持现状。预言的谶语有一句，君非君，臣非臣，始兼危，终克定。有人解释这是说海峡两岸当前的君臣关系错乱，按正统，中华民国台湾才是君，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按理应视为昔日的臣叛逆，但现实却相反，大陆自居为君，台湾反倒被孤立为臣。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开始会经历艰难危险，但最终能够平定。怎么平定？诗的宋约提到了那句关键的黑兔走入青龙穴，暗示大变局从2023到24年开始。有人大胆推测，这可能意味着从2024年起，两岸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对峙将出现转机，不再是过去那种拖着的维持现状了。也就是说，2024到2025年会成为两岸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巨龙现身很可能指的就是大陆中国这个巨龙在这一时期有所大动作，比如对台政策的重大改变，是统一还是内乱，咱们后面细说。总之，在预言里，这只出山的巨龙将深刻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除了两岸关系，另一个和2025密切相关的预言点就是科技与权力的博弈。翻到推背图第57象，据说主角就是台湾。这一项的谶语相当耐人寻味，物极必反，以毒制毒，三尺童子，四夷咸服。颂曰：坎离相克见天泥，天使斯人米杀鸡，不信其才产吴越，重阳从此集兵师。乍看像古文谜语，现代解读精彩极了。有学者指出，第57象的图画上画着一个3尺高的小童子手捧圆盘，盘中水花四溅。仔细一瞧，小童子的头发轮廓竟像印太地区地图，左边像中国大陆，右上像日本，右侧像北美洲，而小童子所站的位置恰恰就是台湾。天哪，一个小孩子代表台湾。没错，3尺童子正和幼童身高，也只带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台湾。他手里捧的圆盘被解读为台湾著名的晶圆半导体细片，圆盘里泼出的水
寓意民主国家的民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影射美国等西方力量。水从荆源泼出，浇熄了熊熊烈火，那烈火暗指战争祸乱，也代表红色的中共。哇，这幅图竟描述了当今的芯片战争格局。台湾掌握先进芯片，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使得缺乏顶尖芯片的中国大陆在军力上受限，点不着大战的火。所谓物极必反，以毒制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对手最依赖的东西反制对手。而三尺童子，四夷贤服，则夸张地表示小小台湾让四方列强都佩服又束手。听到这里，是否感觉汗毛都有点竖起来？1000年前的预言竟似乎画出了一个孩子端盘子的场景，而今天真就见证了台积电的晶圆让世界大国围着转。这一项暗示，台湾在科技和国际博弈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左右兵戎之争。联系到2025年，正是美中芯片战白热化，各国抢先进制程的关键时期。预言似乎在告诉我们，台湾这枚晶圆，也就是定海神针，能压制战争火苗的燃起。巨龙固然强悍，但没有心，也就难以轻举妄动。综合这两项来看，推背图对2024到2025前后的图景，仿佛描绘了这样一幕：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大陆这条巨龙开始现身发威，两岸关系不再维持原样。但与此同时，台湾因其民主价值和芯片技术，成为制衡巨龙的关键力量。这听上去既像危机四伏，又像转机暗藏。至于具体会怎么发展，预言诗中没有 GPS 坐标，但给出了几个隐喻线索，供后人猜想。猜谜时间到。有解读认为，中科定表示最终局势会平定统一，多半指两岸统一，只是方式可能出人意料，也许不是武力，而是某种和平转机或内部变局促成。毕竟第43项预言结局是民主返魂，中华民国正统重新复位，也就是预示中华民国台湾作为正统政权将重回舞台中央。这可不是我瞎说，网上解读者甚至断言预言最终指向大陆走向民主化，两岸以民主形式重新融合。这剧情堪称神转折，原来巨龙现身不是为了吞噬，而是最后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听得脑洞大开吧？还有更猛的猜想呢。另一份解读把目光投向推背图第48项，提出在龙年和蛇年，也就是2024、2025年，大陆内部拥护某人和反对某人的两股势力将斗争到白热化，甚至预言可能会有一位军事人物发动政变逼宫成功。这暗示什么不言而喻。也许2024到25年，中国大陆内部会出现权力斗争，可能有高层变局，俗称宫斗。如果真有这种内忧，加上外部压力，巨龙本身可能要先顾着窝里斗了。这反过来也影响两岸关系走向，内部动荡往往让对外冒险更不可测。一旦逼宫成功，新的权力结构是更强硬还是更开放？预言没有细说，但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剧情走向，让人不寒而栗，又充满想象。总之，巨龙现身4个字背后，预示的是2024到2025年中国及周边局势的大动荡与大变革，而台湾就在这风暴眼中。总结这一部分，推背图里对应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象，透出几个关键信息。其一，2023黑兔年至2024青龙年交接是转折点，世界格局进入新的阶段。其二，两岸关系可能再也无法维持几十年的僵局，面临重新洗牌。其三，台湾因为民主制度和芯片科技成了左右大战与否的关键角色。其四，中国大陆内部可能有激烈的明争暗斗，增添变数。这些预言要素听起来是否很像我们新闻中正在发生或担心将发生的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推背图过去那些已经神准应验的预言，验证一下它的靠谱程度，然后对比当今局势，看这些预言为何让人毛骨悚然又期待万分。别看推背图说的云里雾里，但历史似乎一次次印证了它的神奇。要让大家相信2025年的预言有点门道，我们得先回顾几个已实现的经典预言案例，感受下古代预言家的脑洞有多精准。案例一，女皇武则天
早在推背图第3项就剧透了大唐会出现一位女皇帝。要知道，在男权封建社会，这听起来比科幻还扯。但预言诗里写道：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武。日月当空4字大有文章。武则天称帝后，创造了一个赵字为自己名号，正是日月同辉的意思，象征她登基称天子，简直一语成谶。果然，公元690年，武则天打破惯例，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预言诗还说她扑朔迷离，不闻一武，意思是行迹难测，虽非李唐宗室，却执掌武权。这不就是武则天？她出家为尼，又重返皇宫，诗句参变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正是生动写照。甚至窝窝沉积孰是雄一句，用公鸡报晓，却不知雌雄做比喻，暗指武后临朝称制，让人分不清皇帝竟是女儿身。千年之前预言女性当政，可把李淳风他们急坏了，难怪要推一把，不敢多说。历史证明，这项预言丝毫不差地应验在武则天身上。案例2：大清灭亡，帝制终结。中国几千年皇帝制度在哪儿断了？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推翻了3000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推背图第37项正是预言了这一巨变。谶语写道：汉水茫茫，不统计统，南北不分，河中共济。这说的是什么呢？有人解读，汉水茫茫指清朝最后的统治摇摇欲坠，不统计统暗示皇帝没了，却还出现新的统治形式，继承共和政府，南北不分。河中共济则指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各省共和。更绝的是宋约里一句：水清终有节，倒戈逢8月。水清就是清朝，终有枯竭的一天。果然，清朝于1912年正式灭亡，3000年帝制走到尽头，而倒戈逢8月被认为暗指武昌起义。最后一句：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描绘民国建立初期天下无皇帝，有动荡也有进步的局面。这一项活生生写出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国的历史场景。而推背图早在1000多年前就预告了水清终有节，不得不让人叹服。当时的帝王要是看懂这句，只怕睡不着觉。案例3：抗日战争与日本投降，近代史上最悲壮的篇章之一。8年抗战也在推背图中留下了神迹般的预言。第39项预言抗日战争及日本战败。谶曰：鸟无足，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看不懂。拆开来，鸟无足，山有月合在一起是个岛，字谜。那只无足之鸟和带月的山拼出岛，指向当时清华的岛国日本。紧接着畜出生，人都哭，简直令人起鸡皮疙瘩。旭日初升，那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日本侵华宛如一轮旭日升起，但所到之处人都哭，生灵涂炭。诗的颂更直接：一声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没。金鸡指公鸡啼鸣，也影射中国版图像一只雄鸡。公鸡一叫，意味着胜利的曙光。日已没，太阳沉入大海，日本战败投降。而且历史上日本正是在鸡年1945年乙酉年酉为鸡宣布投降，验证了预言中必至酉年始得平的说法。想想看，日军侵华时，很多中国人悲愤交加地说东边出了个日本小太阳，结果推背图早就预言这太阳终将坠落大海。这项预言的意象之准确生动，令人不得不佩服古人妙笔。案例4：文革10年浩劫，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件，推背图也有涉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41项，预言了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谶曰：天地晦茫，草木播植，阴阳反背，上土下日。真是一句顶1万句。天地晦茫描绘天下昏暗愚昧，日月无光；草木播植意指红色，造反派如野草蔓延；阴阳反背，上土下日更是形容乾坤颠倒。本应在上的日代表阳，被踩在地下，泥土阴反倒盖在天上，这不正是文革时秩序大乱，黑白不分的写照吗？宋约更直白：
帽儿须带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所谓帽儿带血无头，指当时人人头上被强行扣帽子，遭残酷迫害，多少人冤死，连头都保不住。手弄乾坤何日休，暗指有人玩弄权柄，把天下翻来覆去折腾不止。这明显对应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还有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一句，其中99年被解读为从1871年到1970年之间的某个重大错误决定，而称王只合在秦州。据说影射四人帮最终被抓进秦城监狱，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确实在北京秦城坐牢。这项预言之精准，让很多知情者冷汗直流。当年帽儿带血无头的疯狂岁月，推背图里早有警示。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推背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多次预测命中重大事件，女皇登基、皇朝覆灭、外敌入侵、内部浩劫，无论是武则天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抗日战争还是文化大革命，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暗示。这也是为什么历代都有不少人痴迷研究推背图，希望从中找到对现实的启迪。有人统计，在前56项中已有大半被印证，当然也有一些项的解释存在争议，但总体来说，它描绘的历史发展顺序与实际历史惊人的吻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过去的预言这么神，那对未来的预言会是真的吗？这正是让人既好奇又忐忑的地方。现在我们站在2025年的门槛上，再回头看推背图那些尚未完全应验的项，比如前面提到的第43项、第57项，是否也在逐步变为现实？让我们对比当前的全球局势，看看有哪些迹象和预言中的描述不谋而合。好啦，玄幻的预言和真实的历史我们都过了一遍，接下来是时候将目光投向眼前的现实世界了。2025年近在咫尺，当前全球局势可谓风云变幻，大国博弈加剧，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思潮涌动。我们试着从地缘政治、科技变革、社会发展这几个角度切入，展望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思考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21世纪20年代可谓进入了新的冷战阴影下的大国博弈时代，一边是崛起的东方巨龙中国大陆，另一边是守城的西方雄鹰美国，再加上北方的北极熊俄罗斯，南亚的新兴巨人印度等，国际政治舞台上群雄逐鹿，竞争态势日趋激烈。2022年以来，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俄乌战争和美中对抗。2025年，这两大博弈可能进入新的阶段。首先看俄乌战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冲突。这场战争到了2024年底仍未完全平息，不过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寻求止战，而乌克兰在西方支援下也展现强大战力。不少分析预测，2025年俄乌有望进入谈判或冻结冲突的状态。推背图虽然没明确提俄乌，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这场战争是冷战旧怨的延续，也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博弈的一部分。战争的降温将使美国可以把更多注意力转回亚太，而这恰恰可能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因为美国腾出手来更加聚焦应对中国，而中国则早已磨刀霍霍，视台湾为心头大事，一方想守，一方想夺，台湾无疑处在两大巨兽角力的正中心。再看美中对抗，近年来美中从贸易战、科技战一路升级到地缘对抗，从南海到台湾，从经济到军事，两国关系降至数十年来冰点。美国在组建各种印太联盟，比如 QUAD 第四方、安全对话、AUKUS 联盟等，拉拢盟友遏制中国。中国则高调宣示民族复兴，在外交上更趋强硬，解放军频频在台海、南海军演展示实力。可以预见2025年美中博弈会更白热化，尤其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多次承诺协防台湾，而北京绝不放弃统一意愿，双方谁都不让步。推背图第43项提到两岸史艰危，就很贴切。未来一段时间，台海可能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一有闪失就可能擦枪走火。
但预言也说了，终克定，说明最终能克服危机，得到平定，这让我们稍稍宽心，或许不会真爆发世界大战。不过，在达到克定之前，那段艰危时期恐相当难熬。2025年可能正处于这个紧张对峙的阶段。现在，美国频繁通过对台军售、国会访台等方式挺台，而大陆则通过军事围演、外交孤立来压台。这种针锋相对，在2025年恐怕只增不减。乐观一点看，各方都还在试探红线，谁都不想挑起直接大战，因为后果太可怕。但悲观一点讲，这就像玩火，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难怪有人拿着推背图找线索，希望能预知这一仗打不打。刚才预言给的暗示比较积极，有水泼灭火，还有内部可能逼宫，让局势变数，使对外冒险降温。如果这些应验，也许2025年台海能暂时避开大战，但局势会持续紧绷，不会风平浪静。中国大陆内部局势也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变量。2022年底，中国经历了白纸运动，显露民间不满。2023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失业率高企，房地产雷声滚滚。这些内部问题若持续，到2025年可能积累成更大的社会不安。再叠加前面提到的高层权力斗争传闻，大陆政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果预言的勇士后门入地宫真的发生，那对外政策也许会出现剧烈调整。有人猜想，新的领导层可能为了凝聚民心，反而对台湾更加强硬，以展示权威。也有人认为，新领导若倾向改革，可能缓和对外冲突，以换取发展喘息。这些都处于猜测层面，但可以肯定的是，2025年的中国大陆将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强势对外，严控内部，还是尝试调整路线，化解矛盾。无论哪种抉择，都会影响亚太格局和台湾命运。推背图中把这一时期描述的惊心动魄，比如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可能影射用非常规手段除掉某个首领，避免更大灾祸。若真如此，那将是轰动全球的大事。我们静观其变的同时，也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总的来说，2025年的地缘政治很可能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危机在于大国角力让世界更不安宁，台湾首当其冲的承受压力；机遇则在于变局中可能孕育出新的军事和谈判窗口。例如，俄乌停火后，美欧或许希望避免在亚太再起战端，可能对中国有所妥协谈判；又或者中国内外压力下选择暂缓对台动武，以经济利诱为主。这些都可能让台海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微妙平衡。不管怎样，台湾在国际政治棋局中的战略价值无疑提升了，谁得到台湾的合作，谁就多一分优势，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何预言强调台湾是关键转折点，因为在现实中，台湾正是影响大国博弈胜负手的重要砝码。谈完国与国的较量，我们把镜头转向人类共同面对的另一场大变局——科技革命。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正处在几百年未有之技术大变革时期。人工智能、新能源、航天、生物工程，每一项都在快速突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重塑着国际力量对比。2025年将是这些技术变革的加速之年。让我们抓几个最热门的来说。人工智能，还记得 ChatGPT 在2023年掀起的热潮吗？一时间 AI 要抢饭碗成为全球话题。进入2024到2025， AI 技术将更上一层楼，应用更广泛。自动驾驶可能开始在一些城市商业化运行。AI 医生、AI 律师，这些过去听着唬人的词可能悄然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连创作领域 AI 都越来越能写绘画、会编程。有人调侃，未来最好的作家可能是 AI， 最懂医术的可能也是 AI， 人类要失业了。当然，现实没那么夸张，但人工智能确实在深刻改变社会分工。推背图有没有预言到这一点呢？有些解读者脑洞大开，把后面的第59项人类大脑联网时代视为对 AI 和脑机接口的预言。虽然后面的项太远，我们暂且不表，但细思极恐，照现在这发展速度，再过20-30年，脑联网也未必是不可能。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 AI 在不少领域超过人类水准。别忘了，科技进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推背图第46项提到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有观点认为，这描述的正是一种高科技杀人武器，比如人工智能武器或生物病毒，能无声无息置人于死地。科幻电影里 AI 失控、生化危机的桥段，我们不希望成真。但2025年起，各国对 AI 安全、基因实验的监管肯定会更严，因为技术的双刃性让人类既兴奋又害怕。总之， AI 将在2025年更加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与 AI 共处，而谁能在 AI 领域领先，谁就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美国和中国都在拼命投入 AI 研发，这也是没有硝烟的军备竞赛。台湾虽然不算 AI 大国，但凭借芯片优势，也是 AI 发展的基石提供者之一。AI 再厉害，也离不开台积电的高端芯片啊，所以台湾在未来科技版图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半导体与芯片，既然提到芯片，就不能不说芯片战。刚才预言第57项已经用形象的隐喻揭示了芯片之争的重要性。2025年，芯片技术将迈向2纳米乃至1纳米制程的冲刺阶段，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巨头竞相研发新工艺。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可能进一步升级，包括限制 EUV、光刻机等关键设备出口等。中国则力图科技突围，投入巨资发展国产芯片。可以预料，2025年的芯片战会更加激烈，这不单是商业竞争，更被上升为国家安全竞争。没有先进芯片，军事武器、AI、大数据都成无源之水。推背图所谓奇才出吴越，指的或许就是东方出了一位芯片天才人物，让四方惊叹。而现实中，台湾确实因芯片成为各国拉拢的对象。美国甚至推动台积电赴美设厂，欧洲、日本也在争取合作，就是想削弱台湾这张王牌在大陆眼中的诱惑力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垄断性。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芯片产能在全球分散布局，这对台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护城河变浅，机遇在于只要保持技术领先，台湾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玩家。此外，2025年量子计算可能取得新突破，各国竞逐量子芯片，先进封装 Chiplet 技术也将改变芯片生态，这些技术方向台湾都有布局。可以说，科技变革让小小台湾拥有大大能量，正如预言里说的童子手捧宝盘那样。新能源与气候，科技革命另一个焦点是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2020年代中期，各国都在加快向新能源过渡。电动车在2025年或许已相当普及，街头充电桩像当年的加油站一样常见，太阳能、风能装机容量屡创新高，新型电池技术可能取得突破，使可再生能源更高效稳定。核聚变实验装置也许在2025年取得里程碑式进展，让人类距离人造小太阳发电更进一步。清洁能源的推广不仅是经济技术问题，更关乎地缘政治。中东石油地位下降，石油美元体系可能逐渐松动，传统产油国需要转型。像沙特这些国家已在谋划后石油时代，这也是世界格局潜在的重大变化。气候方面，全球极端天气频发，2023年各地就上演了高温、洪水、野火三重奏。2025年这样的趋势恐怕仍会持续，人类减碳努力短期难见效，但会更加迫切地合作应对。气候合作或许成为美中等大国少有的共同利益契合点，说不定能一定程度缓和紧张关系。推背图里有没有暗示这些？有人牵强地把青龙入海解读为洪水灾害、黄龙升天，比喻涅槃重生。虽然那属于演绎成分，但不可否认，未来自然环境挑战严峻，也将影响政治决策。例如，如果因气候导致粮食危机、难民潮，那比战争更可怕。2025年，全球对气候议题的重视只会增强，各国包括台湾都将投入更多的科技减碳产业。这方面，台湾的科技创新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在能源管理、储能、电动车、供应链等都有不错基础。太空探索，别忘了仰望星空。2025年，人类的目光也将投向更远。美国计划在2025年前后实现阿尔忒弥斯计划，让宇航员重新登上月球。
这将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后，人类再次踏足月球。如果成功，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事。中国也不甘落后，正推进自己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计划。此外，马斯克的 SpaceX 等私人航天公司不断创造纪录 ，Starship 巨型火箭如果能在2025年实现多次成功发射，人类前往火星的梦想就更进一步。推背图后面的像提及外太空文明入侵，听上去很科幻。不过我们不一定会遇到 ET， 但太空确实是下一片竞争高地。2025年或许会出现更多卫星、空间站、探测器在太空繁忙穿梭的新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太空竞赛也有地缘政治影子，中美都想主导月球和火星探索，并拉拢伙伴形成各自太空联盟。比如美国的阿尔忒弥斯已有一堆盟友国家参与，中国和俄罗斯则计划共建月球基地。可以想见，未来连月球上可能都有2个圈子在比赛。在这方面，台湾目前角色不多，但不排除未来在卫星技术等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为自己打开一片新天空。科技一直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希望所在，尽管有竞争，但我们也乐见国际合作在科技，特别是太空、气候领域有所增加。科技改变物质生活，社会变革则关乎人心与观念的演进。展望2025，人类社会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在经历悄然的转型，几股浪潮值得关注。民主与治理，20世纪末被称为民主化第3波，但近年一些民主国家反而出现倒退或乱象，例如民粹崛起、社会撕裂等。2025年我们会看到新的调整。一方面，经历动荡后，不少国家在探索更有效的民主治理，比如加强法治、媒体素养教育、防范假消息对选举的干扰等。美国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无论谁上台，都必须修复撕裂的政治生态，以免民主制度继续内耗。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平衡自由与秩序。另一方面，威权国家内部的民主呼声可能更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接触外界，向往更多自由。这在中国大陆、伊朗、俄罗斯等地都有迹象。推背图预言的最终场景似乎是吴王无帝定乾坤，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描述一个没有皇帝、人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太平时代。这不正是民主理想吗？也许很遥远，但方向如此。2025年也许会有新的民主浪潮苗头出现，在东亚、台湾和韩国、日本等成熟民主国家可能发挥示范效应，影响着邻国人民。台湾的民主之路走过风风雨雨，至今依然活力旺盛，这是其软实力之一。在大陆民间，或许也会有更多人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价值。这种观念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终将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价值观与社会运动，全球化让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但也引发价值观碰撞。2025年，保守与进步2种思潮的博弈仍会在各国上演。例如，关于性别平等、LGBTQ 权利等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广泛共识，但在其他地方仍有阻力。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也需要全社会讨论。可以预期，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多元包容、公平正义等议题，他们勇于发声，通过社交媒体凝聚力量。社会运动将在数字时代呈现新形式，线上舆论与线下行动结合，影响决策者。环保运动、Me Too、反歧视等在全球延续，同时也有反全球化、本土主义抬头。这种多元声音此起彼伏，会让2025年的社会显得喧嚣又充满生机。推背图里说，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个体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普通人的一句话透过网络可能引发巨大反响，逼得当权者也不得不倾听。这在民主国家早已如此，在威权国家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微博上一句实话，也许会成为全民讨论焦点，进而推动现实改变。当然，这种力量有好有坏，好的是监督坏弊端，坏的是如果谣言滋生，也可能酿成混乱。这就需要社会更成熟的媒介素养和理性对话机制。总之，2025年的社会变革更多体现为观念的变革。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身份的认同、对彼此的包容度
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国家出现重要的社会改革或政策转向，正是过去忽视的问题。台湾作为华人社会中自由开放的代表，在这些价值观议题上其实走在前面，也许会对华人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辐射影响。正如预言暗示民主返魂那样，一个地方的自由之火可能点亮另一个地方。经济与民生，说到社会，就离不开柴米油盐的民生和经济状况。2025年的全球经济形势，目前看存在较大不确定。2023到24年，不少国家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甚至有陷入衰退风险。通胀、高债务、供应链重组等问题困扰着各国。进入2025年，全球经济可能在调整中寻求新平衡。一方面，新技术和后疫情时代的新需求可能催生增长点，比如 AI 产业、新能源产业带动新一波投资和就业。另一方面，地缘紧张和贸易壁垒可能拖累传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对台湾而言，经济既有挑战也有亮点。挑战在于两岸关系紧张可能影响商贸、人才交流，但亮点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化的趋势，反而让台湾企业有机会取得更多订单和投资。比如，欧美日可能更愿意跟台湾这样的可靠伙伴合作，而不是中国大陆。台湾的半导体、精密制造、绿色科技等都可能因此受益。经济好坏直接影响社会情绪。如果2025年全球经济向好，社会稳定度会提升，反之则动荡风险上升。推背图并未直接描述经济数字，但他关注民生疾苦，比如前面文革那项就在自省大乱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现代治理者也明白这一点，尤其中国大陆高层深知必须稳经济才能稳人心。所以我们预计，无论国际局势多紧张，各国政府在2025年都会把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民以食为天，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聊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回到今天的主角——台湾。在推背图的未来预言中，台湾屡屡被提及或隐喻为关键，一会儿是对峙中的正统军，一会儿是手握芯片的童子，总之存在感十足。那么放眼现实，2025年的各种变化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台湾又将如何在风暴中发挥关键作用呢？让我们梳理一下。地缘政治方面，台湾无可避免地处在美中博弈的最前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印太地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艘不沉的航母，更是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是祖国统一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冲破第一岛链，成为海上强国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安危牵动着整个亚太局势。2025年，大国博弈有升温风险，台湾需要在安全上更谨慎小心。所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重视也与日俱增。预言中提到外边之水灭内火，现实里体现为国际联盟对可能的武力犯台形成震慑。2024年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新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也将影响2025年的局势。无论是哪党执政，都必须权衡在主权尊严和避免战争间取得平衡。预言给台湾的结局似乎是好的，但过程不会平坦。可以想见，台湾在2025年会大力加强国防，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安保合作，同时也尽量避免刺激大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像在钢丝上跳舞，需要极大智慧。好消息是，以台湾社会的开放和创造力，完全有能力通过外交沟通和灵活策略来争取国际支持和自我保护并举。毕竟谁都不愿台海失控，那将是世界经济的灾难，光芯片断供就够大家喝一壶的。预言中，台湾被形容为能够让四夷折服的存在，或许指的就是台湾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和战略重要性，使各大国都不得不慎重对待。科技经济方面，台湾可谓立于风口浪尖，亦身怀利器。2025年，全球对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只增不减，而台湾的台积电等公司仍然在技术上领先半步。只要保持研发投入和产业优势，台湾的经济在高科技领域就有坚实支撑。甚至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因为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技术，台湾有条件主导高端产业链，并获得丰厚收益。当然，前提是
和平稳定的环境。如果发生冲突，这一切将毁于一旦。因此，台湾需要把龟盾发挥到极致，既是自身产业优势，也是安全筹码。预言里童子端盘浇灭战火，正是这个道理。台湾的芯片之盘不仅是经济保盘，也是让企图动武者投鼠忌器的护身符。2025年，台湾或许会继续推动产业多元化，避免过度集中单一领域风险，同时巩固在半导体的护城河，比如发展 AI、5G、精密机械、医疗科技等，成为各领域创新岛。经济好，民心稳，在国际上腰杆也硬。推背图其实对台湾的未来国运抱有正面态度，有解读指出后面的像有宝岛腾飞、海鱼称王的意思，预示台湾将迎来一个繁荣阶段。当下看来，如果台海保持和平，台湾完全可能在未来10年迎来新的腾飞，民主制度稳定，科技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开放，俨然华人世界中的一颗明珠。这样的台湾不但自身人民受惠，也将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文化方面，台湾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社会，经历过威权到民主的转型，面对过内外压力的考验，台湾人民展现出乐观进取的精神。2025年，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台湾社会可能会更加团结自强。一方面，外部威胁感会激发更多人关心政治与公共事务，凝聚台湾认同；另一方面，台湾多元包容的文化会继续吸引国际关注，软实力提升，例如台湾的影视、音乐、设计、美食等有望在华人圈乃至全球更流行，成为沟通交流的桥梁。这些年来，台湾在国际上赢得了善良力量的口碑，比如对抗疫的贡献，对人权的坚持，都树立了形象。预言所谓30年中子孙结，也许可以理解为台湾在未来若干年培育出的下一代将结出民主与繁荣的硕果，惠及华人子孙。这不是自夸，而是基于台湾已有的成就和继续努力。台湾年轻一代见多识广，勇于创新，也关注社会公平与环境，可谓前途无限。如果能善用全球华人网络和自身民主优势，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的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这也是对抗强邻最柔韧有力的方式，以自身的成功赢得尊重，以价值凝聚认同。也许有一天，两岸人民会因为共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而走近，那时候统一也好，合作也罢，都将水到渠成，而不是用武力胁迫。推背图里的民主返魂隐约透出这样的希望，民主自由的精神重现中华大地，台湾正是承载这一精神的火种。如果2025年世界局势动荡是暴风雨，台湾的价值观与制度就是那定海神针，帮助自己也帮助华人世界稳住阵脚。综上，台湾在2025年的关键角色可以概括为战略棋子变战略支点，危机关头化解危机，价值灯塔照亮前路。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历史常常由理想照进现实。就像数百年前没人想到东海之滨的小岛会牵动超级大国神经，但如今他做到了。同样，未来也许没人能料到，正是台湾模式为中华民族指明了一条新路。但推背图里似乎早有暗示，台湾要做的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站稳脚跟，手握科技利器，心存济世之志。如此，无论巨龙怎样翻腾，台湾自可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机会引导巨龙走向光明的彼岸。从唐朝的预言师到眼前的真实世界，我们穿梭时空，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在这卷轴中，古老的推背图仿佛给出了隐藏的剧情提要，而我们这一代人正亲身出演高潮章节。2025年也许正是这剧情的关键转折，巨龙现身，风云际会，危与机同生。无论你对预言是否全盘相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洞见确实和现实惊人的契合。这种契合有时让人脊背发凉，有时又让人心生希望。毕竟在推背图的故事结尾，并不是世界毁灭或者黑暗永存，反而有着天下大同、升平治世的美好愿景。就像暴风雨再猛烈，终会过去，彩虹终将出现。
预言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回到我们关注的焦点，2025年的巨龙与台湾，或许未来1年并不会有神话般的龙真的出现，也未必会发生剧本式的惊天逆转。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1年对两岸关系、中国走向乃至全球格局都将是意义深远的。我们可能见证对抗，也可能见证妥协，可能面临挑战，也可能把握机遇。台湾在其中绝不是被动的看客，而是有机会也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运。就像那手托宝盘的童子形象，台湾完全可以端稳民主与科技这盘宝，校对狂风巨浪。最后用一种轻松的比喻来收尾吧。如果把未来比作一出连续剧，那么推背图提供的只是模糊的预告片，真正的剧情发展还得看导演和演员。2025年的剧集无疑高潮迭起，但结局走向并非注定悲惨。也许剧本的最后一页早已写好，也许还有多种可能等待我们去书写。正如古人那句箴言，谶纬之言，信则有，不信则无。预言这东西，你信它，它就在那儿；你要是不信，也可以努力去改写它。对于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华人以及全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从预言中获得启发和警示，在现实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与其坐等命运，不如积极创造未来。展望2025，我们心怀敬畏，也心怀希望。巨龙会现身，但我们不畏惧，因为手中亦有利剑和明灯。风雨会来临，但我们不迷失，因为脚下踏着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以智慧和勇气迎接未知的挑战。或许多年后再回首，我们会惊叹，原来我们就是写历史剧本的人，而那些先贤的预言不过是给后人留下的益智谜题罢了。谜底如何揭晓，就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吧。现在是时候合上预言书，抬头直面现实世界了。无论命运之龙如何起舞，愿我们都能做掌握自己人生的小小预言家，在变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自从中国加强对台海的军事压力以来，许多人都在猜测战争是否会突然爆发。大陆军机频频绕台巡航，军舰在台海游弋，言辞上更是不时放出不惜一战的强硬信号。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气氛如此紧张，北京方面却始终没有真正对台湾动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时机未到，亦或是因为忌惮某种力量？最近在一次国际论坛上，一位美国专家的一番话点破了其中的真相，现场听众一时间竟无人出声，仿佛被这简单的一句话镇住了。本篇报道，我们就以这位美国专家的视角为引子，层层剖析中国到底为何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首先要探讨的是，如果中国选择武力统一台湾，在军事上将面临怎样的代价和风险？可以想象，两岸一旦开战，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冲突之一。台湾海峡虽然狭窄，但毕竟有上百公里宽，对解放军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跨海进行2栖登陆作战。历史上，2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解放军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就再没有真正打过仗，更别提大规模登陆作战了。如今装备是现代化了，但实战经验近乎空白。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贸然发动如此庞大的攻台行动，其风险可想而知。让我们具体想象一下场景：解放军数十万大军横渡台湾海峡，准备强行登陆台湾本岛。台湾方面早已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从海岸滩头阵地、岸防导弹，到精锐的陆军和预备役部队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如果解放军真的赶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枪林弹雨。即便解放军拥有数量庞大的导弹和空军，可以对台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压制，但要完全摧毁台湾的防御意志和能力，并非易事。何况台湾军民还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展开顽强抵抗。台湾本岛多山多丘陵，一旦解放军突破不了几个主要港口和滩头阵地，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到那时，想撤退也难，进攻更难，伤亡数字将不断攀升。更严重的是，一旦冲突升级，台海很可能不只是两岸自己的战争。美国一直暗示不会坐视台湾被武力吞并，美军及其盟友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介入。试想，
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先进潜艇部署在附近海域，随时准备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船团和后勤补给，会发生什么？中国再庞大的军队，在美日等强大海空军的围堵下，也可能付出惨痛代价。坊间有消息指出，美国某智库曾进行兵棋推演，结果显示，解放军若发动对台攻势，其2栖登陆舰艇可能在美日联军的反击下损失高达90%，海空军精锐大量折损，攻台部队伤亡数字惊人。就算最后勉强有部分部队登陆，也很难全面占领全岛。可以说，军事上即便中国最终把台湾拿下，也几乎注定是一场惨胜，胜利的代价大到令人无法承受，更别提还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将是对北京政权极为严重的打击。所以，从纯军事角度看，北京高层绝对明白攻打台湾绝非易如反掌，反而可能是一场赌上国运的危险冒险。除了枪林弹雨、生灵涂炭的军事风险，武统台湾还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这一点同样令北京投鼠忌器。现今的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陆是许多跨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市场。一旦台海开战，西方国家几乎可以肯定会对中国祭出严厉的经济制裁。从近期俄乌战争的情形就能略窥一二。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洲联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大量俄罗斯海外资产被冻结，关键技术和产品禁运，大批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试想，如果类似的制裁措施落在中国头上，会是何等局面？首先，美元和欧元等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反制将是毁灭性的。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一旦美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资金，限制中国银行进入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瞬间陷入瘫痪。中国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相当大的比重，失去正常贸易结算渠道，制造业和出口行业将遭受灭顶之灾。同时，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也会受阻。中国是石油和粮食净进口国，海上能源通道一旦被美日封锁或者国际制裁阻断，国内能源短缺和物价飞涨将接踵而至。这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问题，长期看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其次，外国资本的撤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年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设厂投资，不少国际品牌的供应链深深扎根中国。如果北京当局对台动武，跨国企业必然人心惶惶。即使西方政府不强制要求企业撤离，中国本土的战时状态和不确定性也会吓跑很多投资者。想象一下，战争阴云下，国际航班停飞，海运受阻，市场需求暴跌，法治环境急剧恶化，这样的经营环境，哪个外商还敢留下？外资的大规模撤出将直接导致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资本外流和税收锐减，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而且一旦企业退出，要再让他们回来恐怕非常困难。供应链一旦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度等，中国将永久失去这些生产订单和就业机会。再次，武统台湾可能引发国内外投资市场信心崩溃，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和富商也会因为战争前景而转移资产，减少投资。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很可能暴跌，人民币汇率也会承受巨大压力，资本管制即使严厉，也难挡市场恐慌情绪。可以说，发动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不亚于一次金融风暴。北京多年辛苦创造的繁荣成果，可能在战争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一夕归零。如此严重的经济代价，真是北京敢贸然用武的重大顾虑之一。正因为如此，有分析指出，中南海迟迟不敢对台动手，经济账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讨论台海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当今的中美战略对抗格局。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中美两国如今正渐渐走向一种新冷战或战略竞争态势，而台湾问题正处于这场对抗的中心地带，成为双方都密切关注的一条红线。对北京而言，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是民族统一大业，甚至被视作关系到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大议题。北京多次强调，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防止台湾独立，并且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公开写明，如果出现台独等情况，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意味着在北京眼中，台海局势某些底线是绝不能碰触的，比如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外国军队驻扎台湾等等，这些都是中方的红线。而对美国来说，台湾则被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华盛顿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同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持续支持台湾防御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官方至今奉行所谓战略模糊政策，不明确说明在台海发生战争时是否出兵相助，但从美国近年的种种举动看，已经把防范中国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作为一条不可退让的红线。特别是在中美整体对抗加剧的背景下，台湾被视为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也是美国遏制中国海洋扩张的前沿阵地。美国决策圈普遍认为，一旦台湾落入北京之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体系和威慑力都会遭到沉重打击，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平衡将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这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其实都把台湾问题视作对自身至关重要的红线，北京绝不容忍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则绝不容许北京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平衡。双方在台海问题上言辞激烈，但又都相当谨慎，因为任何一方稍有越界，就可能引发直接冲突。就像两列迎面而来的火车都亮着警灯，却都不敢轻易冲过那根中间的红线。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其实都是在这根红线附近的试探和博弈。比如2022年佩洛西访台，引发大陆大规模军演，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又比如美国不断有议员、高官访台，美军军舰穿越台海，以及中国军机几乎天天绕台巡航。这些举动都在刺激对方的神经，但双方仍有所克制，没有真正擦枪走火。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彼此都深知台海是两国对抗的敏感点，一旦在这里爆发冲突，就等同于中美两大强权在亚太直接对决，那将是灾难性的。对北京来说，他们既想恐吓台湾，威慑美国，以阻止台独倾向，又不敢贸然真的打响第一枪，因为那意味着踩过中美战争的红线。对华盛顿而言，他们要挺住盟友和国会的压力，一方面对台湾表示支持，增强下阻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刺激北京直接动武，同样是在红线边缘小心拿捏火候。这样的战略博弈使得台海虽然危机四伏，但始终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和平。为何台湾问题能成为如此牵动各方神经的焦点？这与台湾本身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台湾之所以举足轻重，既有地缘战略上的意义，也有经济科技方面的价值，还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意义。从地缘战略来看，台湾的位置实在太关键了。打开地图一看，台湾恰好位于东亚第一岛链的中心点，北边不远是日本琉球群岛，南边隔着巴士海峡就是菲律宾。台湾宛如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横卧在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要道上。如果北京拿下台湾，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就能以台湾为前进基地，直接将军事触角伸向西太平洋深处，对日本、关岛甚至更远的太平洋岛屿形成威慑。届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被撕开一个巨大缺口，第二岛链甚至夏威夷都可能感受到压力。因此，台湾在军事上是扼守中国出海口和美军西进的重要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美国和日本绝不会轻易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否则整个亚太的战略平衡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地理位置，台湾的经济和科技价值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台湾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重镇，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居于霸主地位。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如台积电等，供应着全世界极大比例的先进芯片。一旦台湾发生战争，不仅台湾本身的经济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全球科技产业链也将陷入混乱。更别说，如果北京掌控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那将使中国大陆在科技上获得巨大利益，同时其他国家会面临供应链被卡脖子的危险。当然，在现实中，
台海一旦开战，这些高科技工厂很可能反而会被破坏殆尽，成为废墟，因此各国才更不希望战争发生。然而无论如何，台湾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提高了各国干预的意愿，毕竟谁都不愿见到自己依赖的芯片突然断供。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台湾的分量同样不轻。台湾是一个在华人社会中运行成功的民主政体，与大陆的威权体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台湾是自由民主在东方的一面旗帜，也是证明华人社会可以实行民主的重要案例。如果台湾被北京以武力征服，西方民主国家会视之为威权对民主的一次重大打击，因此绝不会坐视不管。相反，他们会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捍卫台湾，既是捍卫一个小国的自由，也是捍卫民主价值在全球的信誉。同样地，对北京而言，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有某种制度比拼的意味。尽管北京强调统一大义，但也深知台湾多年繁荣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另类中国长期存在且更加自由富足，确实让北京脸上无光。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北京也有动机想拿下台湾，消除这个对比。然而正因为台湾涉及如此复杂的战略、经济、价值因素，各方才更加慎重。台湾就像一块多米诺骨牌，只要一倒，下游影响深远，没人敢轻易推动它倒下。美国虽然对台湾采取战略模糊政策，但通过各种实际行动暗示了对台防卫的决心，这其中隐藏的潜台词值得剖析。首先，尽管美国没有明说一定保卫台湾，但一直在强化台海军事准备。一方面，美国持续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的防卫力量，将台湾武装成刺猬，让解放军即使登陆也会陷入长期苦战。美军还据报道派出人员协助台军训练，可见绝非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多次在亚洲举行联合军演，战舰频繁穿越台海，用实际行动告诉北京，如果你动武，我们和盟友随时可能介入。其次，总统拜登上任后曾多次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攻台，美国将防卫台湾。虽然事后官方澄清政策未变，但这样的表态实际上透露出相当清晰的信号，潜台词无非是告诉北京，不要心存侥幸，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比过去模棱两可的说法更具威慑力。北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只是嘴上抗议美国模糊变清晰，但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军介入的可能。最后，美国整体战略重心早已转向印太，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同盟网络不断强化。日本冲绳、关岛的美军基地在加强战备，澳大利亚、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更加紧密，美英澳建立 AUKUS 联盟，都是为了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保持台海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一旦北京试图以武力打破现状，美方将竭力阻止。华盛顿真正承诺的是维护台海现状，这意味着只要台湾不主动宣告独立，美国就不挑起战端。但如果北京先动手，美国的威慑就会变成实际行动。对北京来说，这无异于设下了一道险峻的红线。台海之战如果爆发，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较量，更会引爆全球舆论海啸，带来民主国家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想象，当电视上出现台北燃烧、市民逃难的画面时，国际社会会作何反应？首先，国际舆论几乎肯定一边倒谴责北京攻台，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全球谴责一样。中国对台湾动武将被视为公然的侵略。各国媒体报道平民伤亡、难民潮的悲剧画面，会引发全球的同情和愤慨。北京将背负沉重的道义指责，成为众矢之的。这对一直想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中国而言，无疑得不偿失。其次，民主阵营国家势必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和反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不仅自己会出手，还会拉拢更多国家一起施压。欧洲国家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印太安全，台海开战时，他们很可能在外交和经济上配合美国制裁中国。民主国家甚至可能组建援台联盟，像支援乌克兰那样提供武器、情报和人道援助。中国因此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决裂，
几乎变成与世界对立的一方。再次，周边邻国也将人人自危，区域局势全面紧张。日本可能借机大幅扩军备战，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会加倍依靠美国保护，印度或许也趁机在中印边境牵制中国。中国武统台湾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地区军备竞赛加剧，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本已因南海、新疆、香港等问题与西方关系紧张，若再背上侵略台湾的恶名，中美、中欧关系都将跌到冰点。届时能站在中国一边的，恐怕只有极少数如俄罗斯、朝鲜这样的国家。中国将失去绝大部分国际市场和合作机会，长期发展蒙上阴影。最后，攻台还可能标志着全球新冷战的正式爆发，世界将重新分裂为两个互不信任的对立阵营，国际合作体系崩解，全球化严重倒退。这种前景极为严峻，绝非北京愿意见到。因此，国际舆论和民主国家的连锁反应也是让北京在武统问题上心生顾忌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外部因素，北京还必须考虑国内的不稳定和政治风险。如果对台开战，不仅国际形势险恶，国内也将波涛汹涌，这甚至关系到中共政权自身的生死存亡。首先，战争一起，中国社会将进入战时状态。长期享受和平的民众突然要面临征兵动员、伤亡通知，社会心理会遭受巨大冲击。开始时，也许民间民族主义高涨，但当真有大量官兵阵亡消息传回，胜利迟迟看不到时，民意很可能从狂热转为质疑，甚至反对。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如此，一旦战事陷入僵局，国内支持就会迅速瓦解。在中国这样高度控制言论的国家，一旦压抑的怨愤爆发出来，威力将格外大。决策者不能不担心，武统一旦不顺，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其次，战争引发的经济崩溃和民生困苦也会极大冲击稳定。失业潮、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停电、油荒等问题，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民怨。而如种困难叠加，全国可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下行或严厉防疫时，已经出现过民众抗议。如今若因战争导致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大规模骚乱并非不可想象。中共素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武统台湾恰恰会带来无法控制的长期不稳定，这怎能不令当局忧虑？再者，党内政治风险同样突出。习近平把统一台湾视为历史使命，但其他高层未必愿陪他冒险。一旦攻台成为惨败或泥潭，最高领导人威信将遭重挫，党内可能出现反对声音甚至权力斗争。专制政权在战争失败后内部倒戈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少见。如果战局对中国不利，一些潜在的政敌或元老可能趁机逼宫，要求更换领导层来挽救局面。对于执政者来说，贸然发动战争可能赔上自己的权利和性命，这绝对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最后，战争还会考验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力。官方固然会极力鼓动民族主义，塑造胜利正义的叙事，但真刀真枪干起来后，若战况不如人意，这种宣传恐怕维持不住，反而引发民众强烈的心理落差。现代通讯技术发达，前线消息就算严密封锁，也难免泄露。一旦人民发现实际战况与官方宣传相去甚远，愤怒和失望情绪将难以抑制，外战很可能激化为内乱，这无疑是北京最不愿面对的局面。总之，国内种种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北京决策武统时极为现实的顾虑。如果一场对外战争最后引火烧身，导致政权动摇，那显然是得不偿失。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内顾之忧未解，北京又怎敢轻启战端？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北京至今迟迟没有对台湾动武，绝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军事上的巨大风险，经济上的沉重代价，国际环境的强大压力，以及国内的不确定性，都令北京投鼠忌器。在这一系列掣肘之下，中国领导人纵然心有统一台湾的雄心壮志，却也不敢轻启战端。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北京目前是能拖则拖，能吓唬就吓唬，但绝对不首先开火。一位美国专家的评论可谓一语道破了其中的核心原因。这位专家指出，北京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并不是因为不想统一台湾，而是因为一旦发动战争，他们可能失去的东西远比得到的多。简单来说，就是赔不起3个字。具体而言，这位美国专家预判，如果习近平下令对台开战，初期或许能够占据军事上的一时优势，但随着美国和盟友的介入，以及战争的持久化，中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即使武力夺下台湾，也因战争带来的综合打击而元气大伤，国力衰退数十年，得不偿失。更悲观的可能，则是战争失败，导致中共政权威信扫地，甚至出现内部崩溃。在这位专家看来，北京高层其实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迟迟按兵不动，更多采取灰色地带的恫吓战术，而非真正开战。正如这位美国专家警告的那样，如果北京妄动刀兵，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将是自己政权的垮台。据说当这句话在论坛上说出时，全场一片寂静，大家意识到这听似夸张的一句话，恐怕正道出了隐藏在台海局势背后的关键真相，那就是北京当局有所忌惮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对自身生存的担忧。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当然，没有人能给出现成答案，美国专家们也只是各抒己见，有的甚至认为北京可能在某个节点孤注一掷。然而多数理性的分析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北京仍将谨慎行事，通过恐吓和外交手段来渐渐削弱台湾的抗拒，而不太可能贸然发动大规模入侵。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的表象，但这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台海宛如一枚险象环生的棋子，只要国际格局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让紧张局势升温。我们只能希望两岸和各相关大国都继续保持克制，让理性战胜冲动。归根结底，中国不敢贸然武统台湾，不是因为放弃了统一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的代价过于高昂。正如那位美国专家一语道破的，发动台海战争将可能断送的不仅是台湾的未来，更是中国自身的未来。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继续寻找别的出路。这或许就是当下台海局势得以维持微妙和平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对这场博弈有何看法呢？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我们静观未来，但愿理智与和平能够最终胜出。想象一下，如果横行近80年的美国霸权突然倒下，国际舞台会出现怎样的戏剧性场景？朋友有的拍手称快，敌人自然弹冠相庆。然而，有那么3个国家恐怕要彻夜难眠，他们对美国这个大哥可谓是唯命是从，形影不离。一旦大哥倒台，这些小兄弟的日子恐怕立刻变得危机四伏，甚至岌岌可危。究竟是哪3个国家如此依附于美国，以至于美国一垮，他们就可能跟着玩完？在揭晓谜底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美国霸权为何可能走向衰落，以及这对全球局势的深远影响。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始于2战后，将近80年来，美国凭借几根粗大的支柱稳坐头把交椅。经济柱石，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停地印钞、举债，并用真金白银砸出一条条对自己有利的国际道路。谁不想抱上世界经济老大的大腿呢？军事铁拳，美军武力举世无双，在全球各地铺设有数百个军事基地，真正做到了哪里不太平，伸手管一管。哪儿起冲突，美国的大兵和航母编队立马就能插上一脚。世界警察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文化科技，好莱坞大片风靡世界，硅谷科技引领潮流，美国的软实力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国家的年轻人穿美式牛仔，喝可乐，追美剧，对美式生活方式心向往之。美国范儿一度成了流行风尚。联盟网络，通过北约等军事联盟以及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美国拉拢了一大票小弟，把众多国家在政治安全上紧紧绑在自己战车上。老大说往东，小弟不敢往西。在相当长时间里，同盟体系维系着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然而近些年，这几根支柱开始出现裂缝。首先在经济上，美国债台高筑，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印钱还债的套路玩久了，
美元信誉也在下降。军事上，接二连三的海外战争烧掉了天文数字的军费，民众早看得心烦意乱，不愿意再让子弟去当冤大头管别人的闲事。文化领域，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崛起，国际受众有了更多选择，美式文化早已不像以前一家独大。至于政治上，更是问题多多，传统盟友对美国的可靠性开始怀疑，尤其是前些年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动不动退群毁约，搞得盟友们心里拔凉，开始琢磨要不要另谋出路。归根结底，世界多极化的浪潮正势不可挡地兴起，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力量不断增强，试图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得一席之地。美国这位老霸主则有点力不从心，晃晃悠悠了。如果有朝一日美国真从神坛跌落，全球秩序势必要重新洗牌，新老势力此消彼长，有人乘势而上，有人则随之跌落。对于那些极度依赖美国的国家来说，失去靠山无疑是灭顶之灾。下面我们就来盘点3个命悬一线的典型国家，看看没有了美国撑腰，他们将面临怎样的负面风险。第3名，沙特阿拉伯，失去保护伞的石油王国。作为中东石油霸主，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可谓是唇齿相依。上世纪中叶，美沙达成历史性交换，沙特用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美国，美国则负责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这笔石油换安全的买卖让沙特王室稳坐江山，美国也借机在中东插下军旗，掌控石油命脉，可谓各取所需。长久以来，沙特几乎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安保公司和军火库。沙特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头号死对头伊朗虎视眈眈，还有也门内战、叙利亚冲突等一堆烂摊子。美国在沙特境内驻军，多年来充当着贴身保镖的角色，随时盯着伊朗的一举一动。沙特军队装备更是清一色美国造，从战机导弹到坦克火炮，无不依赖美制武器。可以说，沙特的安全牢牢拴在了美国这把保护伞上。美国还常常在国际舞台上给沙特擦屁股。沙特国内人权问题饱受诟病，一有记者被害、平民伤亡之类的丑闻，美国总会或明或暗地帮忙摆平，保住沙特的面子和盟友地位。可是如果有一天美国的霸权光环不在，沙特的好日子也许要到头了。首先是安全上的晴天霹雳，失去美国军援和驻军，沙特立刻暴露在伊朗的压力之下。一直被美国压制的伊朗恐怕会乘势而起，加紧在中东扩张影响力。曾经投鼠忌器的伊朗也许会更直接地对沙特施加军事威慑，甚至爆发武装冲突。沙特卷入的也门代理人战争与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暗中较量，很可能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少了美制武器弹药的持续供应，沙特军队就像少了牙齿的老虎，一旦跟伊朗短兵相接，胜负实在难料。其次是经济上的巨大冲击，沙特经济对石油依赖极深，石油美元体系又与美国金融密不可分。如果美国霸权衰落，美元地位动摇，沙特石油出口可能不得不改用其他货币结算，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一直是沙特的重要石油买家和投资来源，美国经济一旦不振或减少从沙特进口石油，沙特的石油财源将大幅缩水。而沙特这些年雄心勃勃搞的经济多元化转型计划本就烧钱无数，离不开美国和西方投资技术的支撑。失去美国资本和市场，沙特的愿景2030计划恐怕要大打折扣，很多项目面临夭折。更致命的是政治内部的隐忧，沙特王室虽然表面风光，但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去有美国这一强力盟友站台，王储王子们再怎么斗也不敢玩脱了，生怕损及跟美国的盟友关系。然而当美国靠山不在，王室内部的平衡可能瞬间失控，各派系为争夺主导权大打出手的可能性上升，甚至不排除出现宫廷政变。同时，沙特社会中被高压已久的自由呼声和改革诉求也可能爆发出来。毕竟普通老百姓早就对严格的宗教管制和贫富差距心生不满，只是以前仗着有美国支持，王室才能强力镇压异议。一旦外部撑腰的没了，国内反对势力或许会认定时机已到，掀起翻天巨变也未可知。回想一下，
伊朗巴列维王朝在70年代末也是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可是美国一撤手，伊朗革命立即爆发，亲美的国王说垮就垮。这前车之鉴，沙特王室怎能不怕？当然，沙特也不会坐以待毙。面对美国影响力减弱的苗头，沙特近来也在主动寻找新靠山，例如积极与中国、俄罗斯打交道，不但和多年宿敌伊朗在中国斡旋下恢复了邦交，还表示有意加入金砖国家，扩展外交朋友圈。这些举措无疑是在给自己加条安全绳，防备美国哪天靠不住时好有别的选择。然而，急吼吼找新朋友归找新朋友，现实问题依然严峻。沙特与伊朗的教派矛盾和地区争端并不会因为签了协议就冰释前嫌，多年的恩怨可不是一纸协议能抹平的。就算中国、俄罗斯愿意跟沙特交好，也很难像美国那样直接派航母和爱国者导弹来替沙特撑腰，人家可没有当中东警察的习惯和能力。可以说，沙特纵使富甲天下，没有美国罩着也难免心里打鼓，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隐患重重，这日子注定不好过。总之，如果美国霸权退出历史舞台，沙特这座金碧辉煌的石油王国恐怕会出现地基松动的危局。虽然不至于国土从地图上消失，但沙特现有的统治秩序和地区地位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习惯了由美军当靠山，一心只管赚钱的沙特，今后不得不一手拿盾，一手握剑，自力更生面对风雨。而这对一个养尊处优已久的王朝而言，无疑是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第二名，日本，同盟断裂下的孤岛困局。提起日本，我们想到的是高度发达的经济、稳定繁荣的社会，以及街头巷尾川流不息的动漫人物形象。然而，这一切繁华背后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日本之所以安享太平70余年，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美国的庇护。自二战战败后，日本就拜倒在山姆大叔门下，从此走上了以美为师、亦步亦趋的道路。美国帮助日本重建经济，确立民主制度，还通过驻军和安保条约为日本撑起核保护伞。说白了，日本就是美国在东亚精心扶持的头号小弟，安全上靠美国罩着，经济上傍美国发财，政治上跟美国站队。如今的日本看似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强国，其实很大程度活在美国的影子里。先看军事安全方面，日本自从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就被美国彻底拔掉了牙齿。和平宪法第9条明文禁止日本保有进攻性军力和参战权，所以日本没有正规的军队，只有自卫队，武器装备和兵力规模都长期受限。撑起日本安全的是遍布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和随时待命的美第7舰队。美国在日本驻扎着5万多军人，还有各式战机舰艇，随时应对区域威胁。有美国这层铁布衫在，日本多年来哪怕邻居不和，也睡得踏实。北有脾气火爆的朝鲜试射导弹，西有崛起迅猛的中国在东海秀肌肉，东北方还有俄罗斯对着北方4岛、南千岛群岛磨刀霍霍。这些安全挑战，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凭自己那点自卫队家底，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把国家安危寄托在了美日安保同盟上，美国就是日本的刀盾，一旦刀盾不在，日本将赤手空拳面对一众虎视眈眈的对手。再看经济领域，日本同样与美国捆绑极深。二战后，美国实施援助计划和开放市场，带动日本经济腾飞。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美国功不可没。尽管后来日美也发生贸易摩擦，但美国市场一直是日本商品最大的出口地之一。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日本头号出口国，丰田的汽车、索尼的电子产品在美国大卖特卖。日本企业大量投资美国科技和金融市场，两国资本技术交流频繁。如果美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日本难免跟着遭殃，一场华尔街的股灾就能传导成东京股市的雪崩。金融上，日本持有巨额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日元汇率也深受美元政策影响。简单说，日本经济这辆高铁的一节车厢其实牢牢挂在美国这台机车后面跑，美国机车要是熄火，日本这节车厢也别想自己开动。政治外交上，
日本长期充当美国在亚洲最忠诚的盟友之一。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日本历届政府逢美必挺，从联合国投票到地区事务，日本几乎处处与美国步调一致，哪怕有时吃亏，例如跟随美国对邻国实施经济制裁，在贸易规则上偏袒美国企业，日本也在所不惜。因为日本深知，只有拿出乖乖仔态度，美国才会继续给予安全保护和国际支持。可以说，日本的战略自主性是严重不足的，大事小情离不开请示华盛顿的眼色。如此高度依附美国，一旦老大不保，日本难免茫然失措。试想美国霸权倘若瞬间瓦解，对日本来说无异于靠山山崩，主心骨坍塌。首先，直接的冲击是安全防务出现真空，没有了美军坐镇，日本的周边威胁会立刻放大好几倍。中国在地区早已军力称雄，或许会更大胆地在东海、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等争议区域采取强硬行动。届时，日本如果没有美国援助，凭自身有限的军备，能否抗衡中国海空军的压力？朝鲜可能会认为再也没有美国航母替日本出头，而更肆无忌惮地发射导弹，甚至进行军事挑衅。俄罗斯也许会趁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强硬到底。日本失去了美国这个说客，在领土谈判上几无胜算。如果周围对手都闻到日本没人撑腰的味道，难保不会个个上来试探敲打，日本恐怕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日本国内早有激进声音主张发展核武器以自保，平日里碍于美国反对没敢实施。一旦美国不再管，日本会不会选择豪赌一步，迅速造出核武来武装自己？这种剧情听着像电影，却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使日本拿出核武，周边也会群起效仿，或更加对日本戒备。那时候的东北亚将陷入更危险的军备竞赛，日本自身反而更加不安全。经济层面，美国衰落对日本的打击同样沉重。美国市场萎缩，日本出口的汽车、电器将大幅下滑，大批企业订单流失，国内失业率攀升，经济可能再次步入长期停滞甚至衰退。全球金融震荡下，日元汇率和外汇储备也会受损，日本政府债务问题会更加突出。更麻烦的是，日本需要独自承担更多军费开支来填补美军留下的安保缺口。要知道，日本这些年虽然开始增加军费，但军费占 GDP 比例仍远低于正常军事强国水平。如果美国走人，日本为了抵御周边威胁，势必要大幅扩军。这对于本就债台高筑、社会老龄化严重的日本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政府可能被迫削减民生支出，提高税收以军备为先，引发国内民众不满和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日本民众习惯了战后和平生活，突然让他们勒紧裤腰带搞军事化，国内舆论和政治斗争也会白热化，社会撕裂风险上升。当然，拥有高素质人口和强大工业基础的日本并非会坐以待毙，在绝境中，日本也会寻求破局之道，可能会尝试修复与邻国的关系，例如主动缓和对韩对华关系，寻求区域合作来共同维护安全。毕竟没有美国这个远方盟友，日本只能寄希望于近邻不打过来，那就得低头求和。外交上，日本也许会投入更多精力经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争取更大发言权以平衡大国压力。同时，日本可能加速推进自研武器装备，完善军事工业体系，努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可以想见，一个没有美国的太平洋亚洲，日本将被迫更加独立自主的形式，从外交到国防都要自己担起担子。对一个习惯了做老二的位置来说，这种转变无疑阵痛巨大。日本要走出同盟断奶的过渡期，必须跨越重重困难。总而言之，如果美国霸权快速衰退，日本会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战略困境。曾经安稳依附的同盟瞬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独自面对强邻的压力测试。日本不会灭亡，但大概率要经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自我重塑。在风雨飘摇中，昔日太平惯了的日本能否适应没有美国庇护的新常态，恐怕要打一大大的问号。第一名，以色列，四面楚歌的中东火药桶。所有依赖美国的小兄弟中，以色列无疑是和美国绑得最紧，也最容易
因美国倒台而灭顶的那个。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以色列的建国和生存史就明白了。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起，就立足于中东这片狼窝，身边环绕着一圈阿拉伯邻国，哪个都不待见他。从建国之初的第一次中东战争起，几十年来，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大仗小仗打了无数，几乎一直处于四面皆敌的状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以色列没有美国的全方位支持，恐怕根本撑不到今天。美国对以色列的呵护可谓无微不至，军援、金援、外交撑腰，一个都不少。先说军事援助，美国每年给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公开写进美国预算的大手笔。最新的协议规定，美国每年提供约38亿美元军援，让以色列保持中东地区的武装优势。以色列空军现役的 F-35隐形战机是美国特别许可出售的顶尖装备，以色列的铁穹、防空雷达等一系列先进防御系统也由美国投资研发元件。可以说，没有美国持续不断的输血打气，以色列再怎么英勇善战，也不可能拥有如今碾压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技术优势。更不用提一旦真打起来，美国历来会在情报、后勤、武器弹药上对以色列开绿灯，确保以军火力不竭。以色列周围的对手如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等，对以色列一个小国之所以投鼠忌器，很大程度上也是忌惮它背后的美国。正所谓狐假虎威，美国就是那只虎。其次看外交和政治支持，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多年来因占领巴勒斯坦土地、镇压巴勒斯坦人而饱受各国谴责。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以色列侵占和定居点的决议常常得到压倒性通过，但每当上升到有实质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时，美国就会如期而至地行使一票否决权，硬生生替以色列挡下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和制裁行动。可以这么说，若没有美国这道外交铁盾，以色列早被联合国收拾得服服帖帖，哪里还敢我行我素？美国不仅自己与以色列铁到不行，还大力游说西方盟友维护以色列，比如提供援助、谴责巴勒斯坦武装等，为以色列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美国国内的亲以色列游说力量强大，左右着美国中东政策走向，这更使得以色列有恃无恐，认定不管干啥美国都会挺自己。全世界批评以色列声音再大，他只要抱紧美国大腿就可以有恃无恐。这副德行别的国家看在眼里，难免觉得以色列简直是欠收拾。因此以色列得罪全世界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很多国家暗地里想，要不是美国护着你，以色列早该被制止了。再看经济科技合作，别以为以色列只有军事强，事实上在科技、农业等领域也是人才济济，成果斐然。可这些成就背后，美国的贡献同样巨大。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在高科技和国防工业上合作密切。硅谷巨头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美国投资源源不断流入以色列的新创公司，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可以说搭上了美国科技腾飞的顺风车。此外，美国每年还给以色列经济援助、贷款担保，帮助以色列发展经济、安置移民。如果哪天美国垮了，这些好处一个也甭想再有，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引擎都会熄火不少。由此可见，以色列简直就是坐在美国肩头，在中东横着走的。可一旦爸爸不在了，以色列瞬间就可能从大摇大摆变成朝不保夕。想象一下那画面，美国宣布不再过问世界事务，从中东撤军抽资。第二天清晨的特拉维夫，以色列人会不会突然觉得天空变得阴沉？昔日满街闲逛的美军顾问不见了，紧邻的黎巴嫩南部却传来真主党武装集结的枪声。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或许火箭弹齐射，因为他们知道再也没有美国施压以色列保持克制这种事了。伊朗可能在欢呼，认为摆脱美国干涉后，终于能放开手脚，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解放耶路撒冷。以色列将猛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全面围攻态势，而身后已经没有美国第6舰队的身影。可以预见，在没有美国保护伞的情况下，以色列会遇到至少3重致命打击。军事上，敌对势力联合围攻，伊朗或许会联合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等对以色列发难，哪怕不直接出兵，也会大幅加强对反以力量的军事援助。以色列同时面临北边黎巴嫩、东边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南边加沙的多线冲突，真是四面楚歌。以色列国土狭小，纵深极差，一旦多线作战吃紧，没有美国空运军火和情报支持，以军恐怕难以招架那么多复仇者。最糟糕的剧本里，以色列可能被迫动用其一直藏着掖着的核武器进行最后挣扎，然而那将招致更大灾难，甚至引发核报复或全面战争，让以色列的前途更加灰暗。外交上，制裁谴责铺天盖地，美国不再替以色列撑腰，联合国安理会将不再有人否决制裁决议。以色列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早已激起公愤，到时各国很可能迅速通过严厉制裁、武器禁运、经济封锁、国际组织除名等等招呼上来，让以色列成为真正的全球弃儿。欧盟国家过去碍于美国压力，对以色列也算客气，但私底下对以色列强硬政策颇有微词。趁美国不在场，欧盟或其他强国也许会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以色列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无援。经济上，援助投资断崖下跌，美国和西方的金援一旦切断，以色列每年要少收好几百亿美元的外援和投资。以色列国内高科技产业失去海外市场和风险投资，将陷入严重衰退。以色列本就地小人少，资源匮乏，需要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本推动。一朝遭受严厉制裁，出口受阻，物资进口困难，国内物价飞涨，失业激增，经济很可能陷入崩溃边缘。没有经济实力支撑，以色列拿什么去养活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内部民心恐怕也会因困苦而动荡。更糟糕的是，以色列内部分裂也会加剧其脆弱。近年来，以色列国内在宗教势力与世俗群体、强硬派与和平派之间矛盾突出，曾爆发大规模抗议。若外有战争压力，内遇经济崩溃，以色列社会可能陷入严重撕裂，政治上出现失控。这时候如果有人出来质疑政府无力保护国家，要求变天，那真的可能亡党亡国。毕竟以色列再强悍，也只是一个800多万人口的小国，经不起这样里外夹击的折腾。总的来说，没有美国，以色列将瞬间失去维持国家安全与正常运转的根本支柱，可谓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发展。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是这份名单上最危险的国家。早就惹怒世界、处处树敌的以色列，一旦失去美国庇护，几乎等于被判了死缓。美国霸权的倒塌，对全球来说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影响之深远，难以完全预料。对于上文提到的沙特、日本、以色列这3个和美国绑得最紧的国家，无疑各自命运都会经历惊险的转折。以色列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大幅让步求生，也许不得不和周边宿敌低头妥协，退还部分被占土地，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以换取地区的谅解和基本的生存空间。向来强硬的以色列如果不软化立场，独自对抗整个中东和国际社会，恐怕很难撑下去。日本将被迫重新定位自己在亚洲的角色，他也许会急忙转身拥抱过去保持距离的亚洲邻国，尝试融入一个没有美国的新地区秩序。短期内这注定是痛苦的调整，要放下身段改善与中韩等国的关系，同时加强自身防卫，负担起美国离开后留下的安全空白。日本需要跨越心理和现实的双重障碍，才能找到新的依靠。沙特则必须加速推进内部改革和外交转向，它可能会更加靠拢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试图另攀高枝。然而沙特内部潜伏的矛盾和中东复杂的教派冲突不是轻易就能化解的，哪怕有新朋友，王室依然如履薄冰。石油总有烧完的一天，没有美国兜底的沙特必须奋力转型，否则很可能被自身困境拖垮。当然，世界格局的演变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美国霸权的终结也不会马上让整个国际体系陷入混乱，相反，它可能开启一个多极竞合的新阶段，新的大哥们粉墨登场，国际关系将更加多元热闹。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未尝不是机遇，可以有更大自主空间，不用再看一国脸色行事。但对于习惯了依赖美国的国家来说，则是巨大的挑战。
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如何在后美国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活路，将决定他们能否渡过难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哪一个霸权能够永远不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日子可能说没就没，当风雨来袭，小树苗唯有迅速长成参天大树才能自保。沙特、日本、以色列的明天究竟会如何，我们无法未卜先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这座大山倾塌时，世界棋局将进入全新的篇章。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乘势而起，有人随风而逝。无论如何，各国都必须提前打好算盘，未雨绸缪，才能在未来的国际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合纵连横无定式 ，adapt or perish， 适者生存。后美国时代的大幕已经在缓缓拉开，每个国家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新剧本，谁能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